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多注意休息，别太累了。我先走了。恭送楼主。我离开后，媚晴接着泡茶，眼里淌出一滴泪，落入茶壶。楼主还真是说话算话，几句话说完便直接离开了，茶都没有泡好呢。你还在期待什么呀？他的眼里从来都没有你，即便没有刘生，还有子熙，还有杨若宁。若宁，这么快就喜欢上了呢？为什么就是看不到我呢？媚晴痛苦地靠在墙边，努力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情绪。我不能哭，一会儿还要招待客人呢，我能为楼主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。媚晴一直眨着眼，抬着头看向屋顶，将眼泪悉数憋了回去，嘴角重新挂上标准的笑容，接着泡起了茶。楼主最喜欢喝茶，我这手艺还有待提高啊。如果此刻你在这条小路上行走，那么你一定可以听见马车中传来清脆悦耳的笑声，忍不住看过去，想要一览车中美人的风姿。我带着子熙和柳梦琳两人离开，依旧是那一辆我的专属马车。子熙的家离京城并不远，我三人不过半天便到了。随后扫到我怀里抱着的一个男子，虽然背对着他，想也不用想，也是个角色。还有身旁跟着的柳梦琳，白皙的小脸儿被风吹得通红，眨着眼睛可爱至极，忍不住把目光落在他的身上，想要过去调侃几句，碍于我在场，只能痴迷地看着，那如狼似虎的眼神，怕是想要将柳梦琳吞下肚子。柳梦琳被他盯得害怕，往我的身后缩了缩，我一个冷眼扫过，女子忙收回视线，咳了一声，又扯了扯身上破旧的棉衣，没好气地说道：你到底是谁？干嘛来了？我家啥也没有。子熙转过身，女子一下子愣住，呆呆地看着子熙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，面如敷粉，唇如红果，美目流盼，眼圈微微泛红，氤氲着些许水汽，那模样更添了几分妩媚。一袭淡蓝色棉色袍子，披着一件狐裘披风，腰间简单束着一个玉带，勾勒出完美的身材，当真是他见过最美的人儿。我衣袖挥起，长长的袖摆恰好挡住女子的视线几秒，美人突然消失，女子忍不住踮起脚尖，想要接着一睹风采。我心里生出一股气来，任他是子熙的亲人，也不能容忍他这般肆意打量。随即冷下脸来，声音冰冷，低喝道：看够了没有？女子痴迷地看着子熙，没注意我的话，随意回了一句：没有。我一阵袖风扇过，带着内力，女子被扇退了好几步，回了神，恐惧地看着我：你到底是谁？要杀人呐！我无语不已，冷眼扫过，懒得搭话。姐姐，是我，子熙。什么？女子惊讶不已，来回打量着子熙，慢慢的、不可置信的边往回退边大声喊道：娘，爹，二爹，子熙回来了，你们快出来！屋里率先跑出来一个男子，脸上满是激动，连外衣都没来得及穿，在我三人的脸上扫过，直接冲到子熙身边，紧紧地抱着她哭了起来。子熙身子僵住，良久才哽咽地叫了声爹爹，随后也抱着他大哭了起来。已经将近6年，他没有回过家。他恨过，恨当年他为何生病了，要将他遗弃，后来还将他卖到楼里。可现在看到这样的情况，所有的恨都随风消失，只剩下心疼和后悔。
柳梦琳在一旁也红了眼眶，眼泪吧嗒吧嗒的掉着。我揽着她，替她擦了擦眼泪，哄着她：小傻瓜，你哭什么？梦琳也想家人了。我心疼地抱着她，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对于她思念的人，我没有一丁点办法，我只能抱着她，任她发泄。一时间场面有些失控，石青这才松开子熙，看向他身后的我，擦着眼泪不好意思地对我行了一礼。石青的身子孱弱，连外衣都没有穿，这么冷的天冻得瑟瑟发抖，嘴唇都已经泛紫，仿佛一阵风便能将他吹走。子熙忙脱下自己的披风给他披上，石青拒绝着想要还给他，子熙坚持给他披上，不容拒绝地说道：爹爹，你快穿着，你的嘴唇都冻得发紫了。石青实在冻得不行，便也没有再推脱。我抱着柳梦琳，看着子熙脱下衣服，想将我自己的披风给他，腾出一只手来解开披风，喊道：过来，披我的。子熙没有拒绝，走到我的身旁接过，淡笑着披上。随后从屋里迟迟赶来2个人，看着从天而降的我们，尤其是我，一看便是大富大贵的人家，喜上眉梢。杨琴忙说道：先进屋吧，屋里暖和些。梦琳，我们进屋吧。柳梦琳这才从我怀里出来，抹着眼泪，我掏出帕子替她擦着，开玩笑道：看看你都成小花猫了。柳梦琳脸一红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子熙走到她的身边，拉着她的手轻声笑了起来。走吧。柳梦琳点点头，快步跟着子熙走着。我宠溺地看着2人跟了上去。杨琴将我3人邀请进屋，不由窘了起来。屋子里实在是有些乱，东西乱七八糟扔了一堆，也没有收拾。屋里的温度和外面差不多，炉子也灭了，买不起炭火，只能大家一起挤挤。屋子上方的茅草早就被风吹得所剩无几。我走进屋内，不由皱了皱眉。怎么一家子会过成这样？子熙不是说每年都会给家里寄很多钱吗？怎么也不至于落到这副田地。除了杨毅穿的暖和些，其他几人几乎都是单衣过冬，钱都哪儿去了？杨琴几人慌忙收拾出几个凳子，石青想要去给我们烧些热水，便要往屋子外面走，我忙阻止道：爹爹，屋子外面太冷，你要做什么吩咐我就好。我是千雪，是子熙的妻主。所有人都被我这声爹爹惊住，包括子熙。石青呆住，都不知道该有什么动作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话。杨毅率先反应过来，阴阳怪气道：爹，弟妹都喊您了，您还不应一声？我一个冷眼扫过，杨毅忙闭了嘴，靠在一旁没有好脸色。杨琴瞪了杨毅一眼，在背后掐了掐石青，示意他应一声。石青吃痛，这才回了神，忙跪在地上说：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我和子熙被他突然的动作弄得一懵，我想要扶起他，石青却害怕不敢起身，不由让我怀疑起来，目光冷冷地扫过杨琴3人。他们3人不由打了个寒颤，都往后退了2步。子熙忙过去扶起石青，石青一开始还有些抗拒，突然站了起来，慌乱地说道：我去给你们烧些开水。爹爹，您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那个，我没事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我挡在石青面前，开口道：爹爹，不必烧水了，这地方没办法住人，太冷了。现在我们一起去客栈，过2天我会重新帮你们物色一处住所，你们简单收拾一下东西，马车就在这外面，我们应该可以乘下的。真的吗？真的会有新地方住啊？杨琴3人也是一脸期待地看着我，我点点头。天啊，这个地方
我可不敢让子熙和柳梦琳住，半夜被风吹塌了怎么办？一点，你快收拾下细软吧。石青了一声，重重的点头，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跑到屋内收拾起来。这太好了，我们的苦日子总算是到头了。子熙找到了一个有钱的妻主啊，以后再也不用住这个破地方了。小声点。知道了，娘，你这么小心干什么？屋子里确实没有太多可带的东西，不过1刻钟便收拾妥当。走吧。几人第一次坐这么豪华的马车，一路上都感叹不已，七嘴八舌地问着子熙是怎么认识我的，什么时候成亲的。子熙脸红了红，开口道：还未曾成亲，七七回家后禀明他的家人后才会成亲。杨毅不屑地问道：是用你这张脸和身子勾引的吧？就你的身份，也就当个暖床的小事吧，谁家有钱人会娶你呀？不过等你有钱了，可别忘了家里啊。闭嘴，胡说什么？子熙脸色发白，这是他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，赤裸裸地被杨毅说了出来，身子不由哆嗦起来。柳梦琳被他的话气得发抖，愤怒地指着他说道：穆姐姐会娶子熙哥哥为夫的。我在马车外听着杨毅的话，脸色骤变。哪来的傻子？当我不存在是吧？敢在我的马车里，在我面前欺负我的人。即便生气，我却没有开口。我在等着子熙反驳，否则子熙永远没有自信站在我身边。子熙紧紧攥着拳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杨毅见他这样，不由大笑起来。被我说中了吧？你看他那样子。杨琴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。逆女，胡说什么？你弟妹还在外面呢。那又怎么样？你看我这么说，他也没有说什么呀，明显是不把子熙放在心上啊。闭嘴，我让你闭嘴。再废话一句，你信不信现在就将你赶下马车？行行行，你厉害，你帮到大人物了，我说说还不行了。子熙气得脸色发白，整个人已经处于爆发的边缘。杨琴忙开口说着好话：子熙，你姐姐口无遮拦，不是故意这么说的，回头我好好教训她。杨琴使劲推着石青：快替怡儿说话呀！石青低下头，沉默不语。这么伤害子熙，还指望他开口帮他说话。杨琴见石青默然不语，也是气得够呛，好好的看向子熙：娘，你干嘛对他这么低声下气？他不过就是个贱人而已。啊，怎么突然停车了？弟妹，你停车能不能说声啊？我掀开车帘，面无表情道：滚下车去。杨毅看见我冰冷的眼神，忙闭了嘴，身子不由往后仰了仰。我伸手一拽，直接将他扔了出去。杨琴和王熙都吓破了胆。王熙连忙冲下马车，扶起地上哀嚎不止的杨毅，心疼地哭了起来，指责道：哎，怡儿不过是口无遮拦了点儿，你怎么伤了人了？我扔他可是使了10×10的力气。杨毅被摔得骨头差点断了，咧着嘴直接喊着疼。杨琴也从马车上下来，心疼地扶着杨毅，家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还指着他传宗接代呢，可不能碰着伤着，也顾不得看我的眼色，问道：怡儿啊，你有没有事啊？王熙不小心弄疼了杨毅，被他直接一把推开，骂骂咧咧道：你没看见我受伤了吗？疼死老娘了，小心点啊！杨琴看着杨毅痛得扭曲的脸，忙对着我说道：能不能先送怡儿去医馆啊？她怕是伤到了骨头。我冷着脸，面无表情，就那样站着看着他，一语不发。扭过头，小心翼翼地对着子熙说道：子熙，帮帮你姐姐吧，她不是故意的。他心里一软，拉着我说道：七七，算了吧。哎，你真是，该反驳该硬气起来啊，就这么任人欺负。
这是你的家事，你自己处理吧。子熙看着我有些失望的神色，心里慌乱起来，想要解释，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不行，我不能慌。七七说的对，若是嫁给他，以后面临的事情比这要多得多，我不能一直这么没有底气啊。子熙看着我的背影，转过身来。七七，爱上你属意料之中，被你爱上却是意料之外的。我会努力做个配得上你的男子。子熙走到杨毅的身旁，俯视地看着他，嘴角带着可怜，带着同情，更带着讥讽。姐姐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从你嘴里听见这些话，否则我真的再帮不了你们。我是出身卑微，可从不低贱，若说低贱，那也是你们造成的，是你们亲手将我送进了那个地方，可我不怪你们，甚至要感谢你们，不然我也不会遇到七七。娘，大殿，还是好好教教姐姐做人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否则最后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最后一件事，我会是七七明媒正娶的夫君，听清楚，是夫君。娘，你扶着姐姐上马车吧。午间上房，带我们上去。掌柜朝我身后看去，数着是4个人，好奇道5间？客官，您只有4个人呐。家啊，看不见我们啊。掌柜看了杨毅一眼，眼中划过一丝不屑，心里想着，看看你的穿着打扮，土包子一个，谁能把你和这位姑娘想到一起？不过这么想着，掌柜的倒是没有表现出来，笑着说道，好的，客官。莫离，你自己可以吗？穆姐姐放心吧，灵儿一个人可以的。好，掌柜，5间房，3间单间，2个双人间，还有，麻烦您去请个大夫过来。掌柜对我好感倍增，想着这么漂亮有气质的一个小姐，怎么会认识那么粗俗没有礼貌的家伙？对着我笑了笑，喊道：嫣儿，领众位客官去2楼。嫣儿穿着一身很朴素的衣服，客官，您上面请。我将东西放好，去了楼下。子熙去了柳梦林房中，帮他一起收拾起来。我找到掌柜询问起来，掌柜的，跟你打听个事儿，镇子里可有哪家的房子要出手的？不知小姐想要什么样的府宅？倒是镇子南边杨员外举家搬迁，他们家的府宅正在出手。不过嘛，这院子很大，价格有些昂贵，要1万多两银子呢，所以一直无人问津。掌柜的这里可有闲下的人带着我去看看？小姐稍等，一会儿等燕儿那丫头忙完了，让她领小姐去吧。我微微颔首，淡笑着，无碍，劳烦掌柜的了。一会儿让嫣儿敲我房门即可。还有，劳烦掌柜的备2桌菜吧，就在楼下大厅便可。一会儿我们会下来用餐。好的，小姐请。脱了鞋子，躺在床上思考起来。无论怎么看，那家人的长相都不像可以生出子熙这般绝色之人的人家，总不会是基因突变吧？而且石青的神情有些奇怪，但对于子熙的关爱却并不是假的。至于杨秦3人，明显已将他父子隔绝在外。2人对杨毅明显过分溺爱，杨毅已经没救了，完全不知所谓，真不知他到底在猖狂什么。按子熙所言，他之前每月寄回家不少钱，看这个架势，应该都是被杨毅挥霍的差不多了。看来无论如何，这个杨毅都得整治整治，否则这个家就废了。我突然听见一些动静，走出去，一脚踢开房门。屋内所有人惊愕地看向我，我冷着脸走到杨毅身边，身上散发的冷气让众人都不由往后退了退。杨毅害怕地看着我，
想往后退，可是腿上有伤，一挪便疼得他无法忍受。他只能这么硬生生承受着我所有的气场，最后颤着声音道：“你想干嘛？”我手指快速地在他身上一点，嘴角带着笑意，世界终于安静了。3个时辰后，穴道自然会解开。任由杨毅疼得额头渗出汗来，眼珠子疯狂地乱转，想要传达他的想法。即便如此，大夫也没有丝毫的手下留情，很快便将伤口处理好，拿起笔刷刷刷写着，随后提起药箱：“处理好了，这是药方，一会儿你们去医馆抓药吧，1天2次药。”你们2个人都给我安分点儿，那人我们惹不起，我去抓药。你哪里来的钱抓药啊？去找子熙借吧。杨琴烦躁地甩开他的手，走出房间，安排了5间房，石青被单独分了1间。杨琴推门而入，笑着说道：“石青啊，你帮帮怡儿吧，她需要抓药，可我手头没有银子，你能不能问子熙借点儿？”什么？和子熙要？七主可真是好意思。子熙没有记恨你，当年把她卖了，这些年往家里寄了多少银子，都被你的宝贝杨业败光了，现在还好意思开口让我去要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就不要提了，我也知道错了。你就这么一句话，便想轻描淡写的带过吗？当年子熙生病，你私自瞒着我将子熙扔在大街上，若非有人相救，他早已经没命了。又过了没多久，你将他卖给了小关楼，你差点毁了他一生，你知不知道？杨琴见他又旧事重提，也怒了起来：“都说了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你还跟我计较什么？”过去的事，不就是子熙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所以你就这么待他吗？子熙从小多孝顺，你的心都是冷的吗？从小你眼里都只有杨毅一个人，这么爱你的宝贝女儿，出了事就来找子熙帮忙。够了，他本来就不是我的儿子，还非要我掏心掏肺对他好吗？原来我不是亲生的，所以才这么对我。子熙站在门外，冷眼看着杨琴，将眼泪全部咽了回去。石青看着子熙冰冷的神色，惊慌失措地站在一旁，不知该怎么开口。子熙眼泪忍不住掉下来，背对着石青，心里难受得厉害。他好后悔这次回来，为什么要让他知道这些事情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一切都是假的。跑回自己房中，一看见我就扑进我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。石青吓得连忙追出来，他站在门外，看着紧闭的房门，身子摇摇欲坠。子熙呀，爹爹还有其他事情瞒着你，若是你知道了，你还会不会认我这个爹？爹对不起你呀，从未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，还害你吃了那么多苦。我被他吓了一跳，抱着他不住地安慰着。子熙在我怀里哭了好久，才抬起头来，泪目地看着我。我心疼地替他擦着眼泪，放轻声音温柔道：“怎么了？不是去找爹爹聊天了吗？怎么哭着跑回来？到底发生何事？”琪琪，这里不是我的家，除了爹爹，他们都不是我的家人。我不是娘亲生的。傻瓜，你有我啊，我不就是你的家人吗？琪琪，你为何不惊讶？猜到了几分？我会帮你查清楚的，别太难过。有些事情强求不得，我会替你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，从此以后，你们之间便再也没有关系。子熙倚在我的怀里，享受着属于他的温暖。
我眸子里神色有些复杂。杨琴不是亲娘，那石青呢？是不是亲爹呢？石青性子软弱，且样貌并不出众，实在让人觉得有些问题。子熙不是亲生的，那子熙的亲生母亲又是谁呢？子熙躺在我的怀里，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。我将他抱上床，掖好被角，轻声走了出去。我敲响房门，石青慌张起身开了门，看见来人是我，激动地问道：子熙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他没事了，已经睡下了。爹爹，我有些事情想问您，我们去您的房间谈吧。好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爹爹，有些事还望您能如实相告。你要问什么事儿？子熙的亲生父母。我是他的亲生爹爹，但是其他事情我不能告诉你。您真的是他亲生爹爹？我没有撒谎，我是他的爹爹。我似信非信，打量着石青的神色动作，觉得他不似说谎，可我当真没有看出他和子熙的相近之处，除了这双眸子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震惊地看向石青，伸手便要摸向石青的脸，被他慌忙避过。石青完全慌了神。你做什么？爹爹，想来我猜的没错，您戴着人皮面具啊。我就说嘛，子熙这般国色天姿，爹爹又怎会是这么平庸的姿色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什么人皮面具，我听不懂。看来爹爹也有一段往事呢，应该过得很伤情吧。对不起，千雪不是故意提起的，只是子熙她很难过，她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，她最渴望的就是家人的关爱。你可知2年前子熙险些丧命黄泉，她得罪了王景，杀了他女儿，若非被我救下，现在已经魂断街头。您已经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你说谁？王景，当朝大将军王景。石青瞬间仿佛被抽干了全身的力气，无力靠在墙边，泪流满面。罪孽呀，都是罪孽呀！千雪，我知道你的身份高贵，送我求你，不要让子熙接触王景，也不要让他接触皇家，他会有危险的。为什么？怎么会和王景还有皇家扯上关系？别问了，我不会说的，只求你保护好子熙。这个孩子苦了这么多年了，我看得出你很爱他，我对不起他，没能好好照顾他。不过，这都是报应啊！这都是报应啊！那子熙的亲生母亲可还活着？活不活着，早已经不重要了。对他而言，我们父子都是死人，甚至他都不知道子熙的存在。如果知道我还活着，想必也是恨我入骨吧。若非有子熙，怕是我早就了结了自己的性命，留着这一副枯骨。不知道还有什么意思？他对子熙是真的疼爱，毕竟有几个父亲会不爱自己的孩子？子熙的母亲想必是宫里的一位大人物吧？不是某个王爷，也定是位高官。子熙说过，他在将军府看见王景缅怀故人，那人石青应该是认识的吧？10几年前，将近20年前的前尘往事，要不要去查一查？涉及王景，怕是不好查，说不定又是一件密事。算了，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吧，我又何必趟这趟浑水？
只要以后照顾好子熙便可。爹爹，那我该如何跟子熙交代呢？说他娘亲是一个普通商人，已经去世，您迫于生计，所以才嫁给杨琴。就这么办吧，千雪，谢谢你。爹爹不必跟我客气，你是子熙的爹爹，自然也是我的爹爹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爹爹过些日子随我进京吧。您戴着人皮面具，而且事情都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不会有人认得您的。您这些年过得也很苦吧，也该享受享受晚年了。哥，我是舍不得子熙，可万一惹出不必要的麻烦，我不想给子熙带来危险。不会的，我会为您安排一处院子，我会和子熙经常去看您，或者您跟我们去流木山庄也行。不过我和子熙不是经常回去。石青睁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说道：你是？这样你应该放心了吧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随你去京城。千雪，还请你帮我劝劝子熙，让他莫要不理我这个爹爹呀。好，我会好好劝劝子熙的。爹爹，您放心吧。千雪，谢谢你。爹爹，如此，我先离开了，其他的事情我都会摆平的。这下完了，子熙知道了所有事，穆千雪一定不会再肯帮我们了。七主，那义儿怎么办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千雪。杨琴惊喜地看着我。千雪，你帮帮义儿吧，我们手头里没有银子，可义儿需要抓药啊。我从怀里拿出1000两银子放在桌上，面无表情道：哼，钱你想拿走也行。休了石青，这是我写好的休书，签字。之后我还会送你们一套房子。杨琴和王熙激动得差点没跳起来，他们俩这辈子看到的钱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。杨琴丝毫没有犹豫，忙说道：好，我马上签。杨琴连休书都没看，直接咬破自己的手指，按下了一个红手印，双手托着，笑着递给了我。我接过，折了起来，收在怀里，又扔了1块碎银子，去给他抓药吧。杨琴欣喜地接过，把钱揣到怀里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冷眼扫过3人，冷冷道：从今以后，子熙和爹爹与你们再无半分关系，你可明白？明白。我将早已编好的故事讲给子熙听，也一直劝他莫要生石青的气，他也是无可奈何。在那样一种情况下，他也只能随意嫁给一个平民百姓来活下去。我拉着他的手轻轻拍着：子熙，爹爹他也很苦，原谅他吧。柳梦莲也在一旁附和点头，有些失落地说道：子熙哥哥，最起码你的爹爹还在，他还活着，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吗？梦离说的对，子熙，有的事情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，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既然七七和梦林都这么说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七七说的对，爹爹这些年过得也很不如意，身子消瘦，那么单薄。而且当年我被卖的事，爹爹也不知情，想必他知道了，会拼命拦着的。事情也本该往好处想，若非如此，我又怎么会遇见七七呢？我现在就去找爹爹。我轻笑了一声，我就知道我的子熙是明事理的，很多事情他自己会想通的。告诉爹爹，我们明天中午离开。随后我又从怀里掏出那张休书递给他。哦，对了，把这个交给爹爹。子熙接过，好奇地问道：这是什么？休书。子熙微惊，打开看了看，随后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爹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
第二日清晨，我将房契地契给了杨琴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警告了几句，从今以后莫要找子熙的麻烦。之后便没有停留，直接带着子熙3人离开。昨日已经拜托掌柜帮我找了一个车夫，直接去了镇南杨员外家的府宅，现在应该说是我的府宅。杨员外早已恭候多时，看见我热情地迎了上去。穆小姐，这是房契地契，你可检查好了？将房契地契交给子熙道：这间府宅送给你和爹爹，我觉得这里环境不错，若是在京城待得烦了，在这里住着放松心情也不错啊。子熙没有犹豫，接下了。他不必跟我客气，这对我而言不算什么，既然是我的礼物，他自然收下就好。我倒了一揽芳华，嘱咐子熙先将石青安排到一个空房。石青察觉到周遭有些不对，这里的脂粉味很重，而且隐约间可以听见音乐声夹杂着喧闹声，在屋内拉住子熙问道：子熙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小官楼，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。爹爹，您不会生气吧？千雪没让我接客。爹爹自然知道，千雪对你的感情我都看在眼里，无论是哪里，只要你安全，爹爹就放心了。跟爹爹讲讲你是怎么认识的千雪吧。大概在1年多前。子熙大致从我2人第一次见面讲起，一直讲到现在，忽略了中间的一些小插曲，大概讲了1个多时辰，满满都是甜蜜。石青眼中也有了满满的欣慰。子熙，爹爹能看到你这么幸福，真好。千雪真是个特别的人儿。是呢，他是我遇见最特别的人，一点也不介意我的出身，也不介意我的身子。他那么优秀的一个人，什么样的人找不到呢？偏偏瞧上了我，我该是多么幸运呢？所以我想，我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让他开心。石青也随着坠入回忆，20年都不敢碰触的回忆，甜蜜很可怕，让人心伤。当年的他也这么幸福过，可惜不过是镜花水月，泡沫浮影罢了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子熙从回忆中回过神来，甜甜笑着：爹爹，天色不早了，您早些休息，子熙就不陪您了。孩子大了，有妻主了。爹爹，快去吧，别让千雪等着急了。真好啊，年轻真好。若是当年我没有做错那件事，一切会不会都不一样呢？现在我也不会落到这般境地。说是当年他对我有千雪对子熙1半好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。不过是想让他回头看我一眼罢了。可惜到最后我也不过是个替身。20年了，想了他20多年，念了他20多年，现在来到他所在的地方，真是可笑啊！这么糟糕的一个人，怎么就在心里留了这么久？随着岁月流逝，反而愈发深刻，愈发不可收拾。他走到镜子前，烛火微暗，颤抖着揭开脸上的人皮面具，端详着这张当年让所有人都痴狂的脸。因为常年不见阳光，整张脸白得透亮，不到40岁，脸上却添了些许皱纹，眼圈底下是厚重的青色，头上稀稀疏疏洒着无数白发，眉宇间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风采。他抬手摸上右脸处的伤疤，过了这么多年，这条伤疤已经淡了，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，但心里的痛却格外的清晰。
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时间的沉淀没有让一切消失，反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留下了一道深坎。他记得所有的事情，有的人比他记得更加清晰。在这么一个夜里，在不同的地方，有的人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又或是每个夜里都是如此。都说情之一字最是美好，可又是最伤人。一切终归不过一个情字罢了。千雪，若宁，你不必出来了，我来一是想感谢你，二来呢是想让你帮我转交些东西给听雨。这么说都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每次来都要麻烦你。左手是给你的，右手是给听雨的。千雪，你是有什么事吗？这就要离开了，听雨成亲就在这2天了。是发生了些事，我要提前离开。一览芳华就先交给你了。啊，对了，一览芳华里还有些问题没有处理，楼里可能有些人有问题，还请你多留意些。这些事情只能等我回来再处理了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也该用午膳了，若宁若是没事，我请你吧。好啊，走吧，去吃饭。你想去哪里吃？不然我做给你吃吧，想不想尝尝我的手艺？若宁，你会下厨？难得啊！有几分兴趣，学了一些，只要千雪你不嫌弃就好。怎么会？不如我们去醉仙楼吧，那里的厨房可以借用一会儿。醉仙楼？倒忘了那是你的地盘了，那里倒是什么食材都有。既然这样，走吧。千雪想吃什么？随意就好，做你最拿手的，我不挑，还可以帮你打打下手。不必，你等着便好。那可不行，是我请你吃饭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动手啊？我手艺也不错的。我看着杨若宁眼里满是不可置信，完全一副被雷的外焦里嫩的样子，挠了挠头。你怎么这么惊讶？你会做饭，我也没觉得奇怪啊。杨若宁收起错愕的表情，笑着说道：是的，不奇怪。我会下厨是因为我是男子，太过正常，而他可是流木山庄的2庄主，会下厨确实让人有些意外呢。千雪要为我下厨吗？杨若宁说着话，脸有些发烫，怎么都觉得这话有些暧昧。我没有察觉到他的异常，拿起一条鱼娴熟地处理起来，边处理边说道：我鱼做得不错，一会儿给你尝尝。丝丝甜蜜涌上心头，杨若宁眼神粘在我身上，怎么也移不开。这样的他实在让人心动，让人着迷。千雪，你身上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没有发现的？我好想了解你的全部。杨若宁想了想他要做什么，也拿起手旁的素材，动作丝毫不比专业的大厨逊色，看得我都想拍手鼓掌。察觉到我的目光聚集在他身上，杨若宁耳根红了红，更加认真地做起菜来。这样的感觉让他觉得我们2个就像普通人家的夫妻一样，不，比他们还要幸福。2人在一起为一顿午餐忙碌着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杨若宁的厨艺当真是极好的。我很少能遇到一个厨艺这么好的人。我吃得津津有味，开着玩笑道：若宁啊，就凭你这厨艺，我都想吃一辈子啊。杨若宁手心紧张出了汗，听我这么说，松了一口气。他还担心他做的不合胃口呢。若是以后有机会，我还可以做给你吃啊。千雪的手艺也不错呢。我都不舍得放下筷子，夹菜的动作一下都没有停下。和你做的差远喽。杨若宁看得我吃得这么开心，幸福感爆棚，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夸奖会让他觉得这么幸福，这么开心。真的好庆幸，他在过去的10几年将自己的厨艺打造到炉火纯青的境界。半个月后，我们几人到了流木山庄所在的山脚下。啊，真是怀念啊，1年多都没有回来了。爹爹，仔细梦，我们下车。一会儿山路，
马车没有办法上去，过会儿呢会有人将马车收拾好，距离会有些远，要是累了便同我说一声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还有啊，跟着我走，千万别跟丢了。几个人点了点头，紧紧跟着。我把步子放得很慢，刚走几步便察觉前方有一个人影在往我这边跑来，停下步子，伸出双臂，下一秒便有一个人影直接扑了过来。我抱着他笑了起来。小傻瓜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刘生听说你要回来，天天在这里等，你再不回来，这么冷的天，我都担心这家伙会不会生病。这时从树林里走出一个俊秀的女子，和我有6、7分像，看上去要比我成熟几分，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。你这家伙终于舍得回来了。我松开木流生，对着木流哥嘻嘻笑了2声。姐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再不回来，刘生怕是快得相思病了。我吐了吐舌头，捏了捏刘生光滑细嫩的小脸蛋儿，笑眯眯的道：小傻瓜，想我没？刘生重重点头，小脸蛋红扑扑的，看着我的眼睛里放着光。想，每天都想。还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身后的几个人？这是子熙和梦林，这位呢是子熙的爹爹。随后跟他们3个人介绍道：这是刘生，还有我姐姐木流哥。木流生走到子熙身旁，笑着伸出手道：你好，我是刘生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？记得，当初是你和七七救了我。木流生主动将他的手拉了过来。这是千雪教我的，说是2个人之间打招呼的一种方式。子熙点头，面对木流生，他觉得自己一点自信也没有，总有一种愧疚感。其实我心里更没底，我这么将子熙带回来，生怕刘生一个不愿意不肯搭理我了。看他这么自然地跟子熙打招呼，我心里的愧疚啊被无限地放大。木流生对着石青甜甜地喊了一声爹爹，喊得石青有些无措。木流生笑着说道：您是子熙的爹爹，也是千雪的爹爹，那边也是刘生的爹爹。有梦林不好意思地咬了咬唇，红着脸喊着：刘生哥哥。木流生甜甜笑着，露出2个小虎牙来。千雪啊，我好开心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子熙一路上头也不敢回，除了我和刘哥2人一直在交谈，简直安静的可怕。木流生一直是山庄中一个特殊的存在，从一开始所有人都将他当作未来的2庄主夫君，他也一直这样认为。刘生爱我，山庄里的人都知道，而我也将他宠得没边没际，直到我知道了自己的好友慕容羽哥爱上了刘生，从那之后便开始疏远他。那段日子我便没见过刘生发自心底的笑。慕流生的性子很活泼开朗，为人心善，虽然只有16岁，一看便是个美人胚子，将来定是倾国倾城，惹人怜爱。镇子里无数人都喜欢他，无论男女。镇子里很热闹，也很繁华，不比京城差多少。镇里的人呢，大多都是流木山庄的人，自然所有人都认识。也有很多人提前想要预定下这个美人，奈何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他的整颗心啊都抛在我身上，而且那时的我也直接一口回绝了，并发了话，刘生拒绝一切提亲，他的婚事由他自己做主，任何人不得强求。我的话扔出来，所有人都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尽管如此，他经过的地方都是热闹非凡，所有女子的目光几乎都落在他身上。我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下午，那天天气很好，天空飘着几朵白云，徐徐刮着小风，不冷不热，是个郊游的好日子。那天是木流生的生辰，我带着他去木流山庄附近的镇子庆生。我2人一出现，便成了镇子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但却不小心遇到了慕容羽哥。我看见慕容羽哥
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，拉着穆留声便给对方介绍着。穆留声看见慕容羽歌的第一印象，只觉得这个女子笑得很漂亮，而且既然是我的朋友，那便也是她的朋友。她的性子本就活泼，不受世间条条框框的约束，很快也和慕容羽歌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从那以后，木流山庄便多了一位常客，经常可以看见我们3个人一起喝酒聊天。我曾给木流生讲过各种花的花语，他最喜欢木槿花，朝开暮落，每次的绽放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唯美的绚烂，最温柔的坚持，如同他对我一般。所以在他的院子里到处都种满了木槿花，从花中穿过，扬起笑脸，老远就喊着我们2人：千雪、宇哥，你们来啦！这么着急啊？是着急见谁呀？我说完，拮据地看着他，目光时不时在他2人身上流转。今天清晨，慕容羽哥来找我，说他喜欢木流生，想要追他。我一时也说不出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。木然地点了头，我一直将流生当作弟弟看，打心眼里宠着他。我比谁都希望他能够找到幸福。宇哥我很放心，但心里却有丝丝不舍。我将一切都归于一个姐姐对于弟弟的不舍。木流生红着脸，眼神飘忽着，手别在身后，根本没有注意我的眼神，只是害羞推着我和慕容羽哥往前走。走了，不是说带我出去玩的吗？我将他动作尽收眼底，我很少看见他这么羞涩的神情，以为他是因为慕容羽哥害羞。我忽略心底的不舒服，轻声笑着：好，不过我忘了带东西，你和宇哥先走，我等会儿会过去的。没关系，我和宇哥等你。千雪，你快去取吧。刘生脸上红晕微消，脸蛋还有些红扑扑的，笑起来脸上还挂着浅浅的酒窝。我愣神2秒，回过神来，几分不自在道：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了，怕是需要一些时间，不用等我的，你们先去吧。刘生有几分失望。好吧，宇哥，那我们先走吧。千雪，你快点啊，我等你。慕容羽哥侧头，在慕流生看不见的角度对我报以感激一笑，便带着刘生直接离开。我突然觉得我心里空荡荡的。一个人回了房里，从怀里拿出一个淡青色的发带，上面刻着一小行文字，叹了口气又收了回去。一个人半躺在椅子上，第一次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我看得出来，每次刘生和宇哥在一起都笑得很开心，他只是不明白自己的心意罢了，但我看得却很清晰。可穆流生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趣，时不时地朝身后看去，始终没有发现我的身影。慕容羽哥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停下步子。刘生，跟我去一个地方。宇哥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要不我们回去吧。刘生，你喜欢千雪，对吗？红着脸点了点头，眼里闪着星星。慕容羽哥只觉得心里一滞。不能是其他人吗？啊？我喜欢你。刘生睁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，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宇哥，别说话，跟我来。慕容羽哥拉着他往自己提前准备好的地方走去，那里是他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小山谷，周边开满了鲜花，五彩缤纷，还有一条一条鲜花铺满的道路，溪水潺潺，水流声伴着鸟鸣声。穆流生震惊于眼前的景色，深吸一口气，错愕地看着他。慕容羽哥从身后拿出一朵木槿花。刘生，给我一个机会，照顾你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刘生身子后退一步，猛地摇头，转身便要离开。他好乱啊！怎么会这样呢？
他为什么会喜欢我？千雪呢？为什么没有来？为什么？慕容羽哥挡在他面前，抓住他的手臂说道：刘生，我知道你喜欢千雪，可他只把你当作弟弟。不是的，他会来的，他会来找我的。好，我们打赌，若是千雪来找你，我便放弃，从此不再插入你们之间。刘生点头，心却是越来越凉。随着太阳下山，最后一缕余晖落下，都没有看到我的身影。心里如同这片天空一样，落日沉下，坠入一片黑暗，凄苦地笑了起来。他真的不要我了吗？刘生，不要碰我！慕流生看着慕容羽哥受伤的眸子，有些后悔自己说出的话，道歉的话却说不出口。他连自己都顾不了，又如何顾他？我要回去了。我送你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回去就好。不行，我必须把你送到山庄才能放心离开。刘生没再开口，缄默不语。他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慕容羽哥，更不知道若是回去看见我，又该如何面对。我是不是该质问他，为何将我送给慕容羽哥？可我又有什么资格呢？千雪从未跟我说过会娶我，也从未将我标榜成她的人。她真的只是一直把我当作弟弟一样疼爱啊。他的心仿佛被撕裂，泪水不由模糊了视线。天色已经昏暗，一不小心被一颗石头绊倒，摔倒在地。慕容羽哥忙将他扶起，担忧道：怎么样，有没有伤到？脱臼了，我帮你接好，会有些疼，你忍住。刘生痛呼一声，疼的脸上落了冷汗，豆大的珠子忍不住落下来。脚上的疼痛却远比不上心里的痛。随后拦腰将他抱起。放心，我不会对你做什么。天色暗了，山路不好走，你又受了伤。放我下来！就这么讨厌我的触碰吗？对不起，羽哥，让我自己走吧。慕容羽哥没有再坚持，他可以等，他可以慢慢的感动他。来日方长吗？他不该一开始就这么逼着他。于是柔声说道：好，那我扶着你总可以吧？刘生点头。一路上他都安静得很。我看着天色已经昏暗，月亮已经悬挂枝头，但二人却还未回归，不由得有些担心。不过想着有慕容羽哥在，应该不会有事，但还是忍不住走了出去，在山庄门口等着他们。我看见两个人身子亲昵地粘在一起，我的身子僵住，迈出的步子又收了回来，自嘲地笑了笑，转身朝山庄里走去。回了自己房内，心却如何也平静不下来。慕容羽哥将刘生送回院子才离开。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便开始刻意地忽略慕流生的任何消息，连他受伤的事情也不知道。我只是偶尔听说慕容羽哥又来了，带着许多山下的小玩意儿。两人时常在山里走着，或者出去走着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1个月。我觉得似乎也开始习惯没有刘生陪伴的日子，除了心里空落落的，其他也没有特别大的感觉。真的无聊了，就拿出几本书看看。再和刘生单独见面，我觉得我的心似乎疼了一下。已经多久了，没有和他单独在一起了。我该祝福的，自己最好的朋友和自己最疼爱的弟弟在一起了，不是吗？我微笑地说道。
刘生和宇哥进展不错吧？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啊？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你的嫁妆了。刘生从一开始看见我时眼底的欣喜，随着我的话一点点化为乌有，脸上本就不多的一点点的笑容彻底消失。他绝望地看着我，绝望的神情看得我一惊。刘生你……刘生闭了眼，眼泪顺着眼角滑落，只留下一句话，便转身离开。千雪，你什么都不懂。我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，脚似灌了铅，无法挪动一步，站了半个时辰才叹了口气，捂着自己微痛的心。我早该明白的，我对刘生的感情已经超乎了亲情，已经发出了爱情的萌芽，却被我自己直接掐断。那天以后，刘生彻底变了一个人，不再和任何女子亲近，甚至是我。任凭我来了几次，他都是言语淡漠。对于慕容宇哥，也只是礼貌问好。除了用膳时间，他每天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。慕容宇哥还是坚持每天都来，刘生对他却越来越疏远，或者说，从他表露心意那天起，就开始疏远他。只不过是他一直不肯放弃罢了。到了现在，他也该放弃了。他的心从来都只在慕千雪身上，因为慕千雪才一直假装着看不见的吧。宇哥，你来了。我收起手中的剑，一如往常的跟他打招呼。突然，慕容宇哥抽出腰间的长鞭，朝着我挥了过来。我躲过，错愕地看着他，长鞭打在地上，地面裂开一条缝。慕容宇哥动作没有停下，挥鞭动作更加凌厉。我们打一场。我握紧手中的剑，迎了上去，带笑道：好，我陪你打一场。我二人，一人剑气凌厉，一人鞭法纯熟，一个远攻，一个近身，一时间打得如火如荼。显然我的速度更快了几分，成功躲开他的鞭子，近身剑锋擦过他的发丝，地上垂下几缕青丝。慕容宇哥收了鞭子，蹭着额角的汗水，端起桌上的茶水一饮而尽，轻笑道：千雪，我放弃了。我站在原地不动，眸色幽深地看着他，说不清我心里的感觉。慕容宇哥敛了笑容，几分自嘲，几分凄凉。我说，别这么看着我。刘生喜欢的是你，别说你不知道。没有办法，无论我怎么做，他心里始终都放着一个你。还记不记得一开始那次，我带着他去了我准备好的小山谷，我表明了我的心意。他从那次就拒绝了我。当时我和他打了一个赌，看你会不会来。若是你来了，我便放弃。不过到最后你都没有来。在回去的路上他伤了脚，又不肯让我碰他，生怕你误会。我当时就在想，你这家伙有什么好的，让他就这么死心塌地。等等，你说的那天晚上受伤了？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那夜自己看到的画面，有些懊恼，我竟没有发现刘生受了伤。你竟不知道？那晚我看你们一起回来，模样亲昵，不想打扰你们，就没有出现。慕容宇哥明白了什么，讽刺地笑出声。所以你才疏远他，是因为你知道他喜欢你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是我觉察到自己的心意，所以不想成为你们的干扰。
原来真的是我成为了你们之间的阻碍，真是可笑。我慕容宇哥也有一天会得到别人的可怜施舍。宇哥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必说了，我都明白。千雪，好好对他，我怕是很久都不会再来了。我走了，别来送我。还有，他在等你。慕容宇哥说完，直接消失在我的院子里。我抬眸看了眼刘生院子的方向，站到了夜里，最终挪动步子走了过去。刘生院子里的灯还亮着，我站在屋外，看着他的屋子许久，方才想去敲门，窗户突然打开，刘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，我二人视线对接，刘生快速别开眼，从窗口消失。我苦笑一声，以为他不肯见我，转身便要离开，只听一声门响，心腾地乱了。看着从屋里走出的人儿，他瘦了，本来身上就没有几两肉，现在看着更是似乎一阵风便能将他吹走。千雪，别走！刘生跑过来将我抱紧。千雪，别走，求你了，别走。夏季的衣服很单薄，很快我便察觉出自己胸前的衣衫湿了一片，伸出手环住他的腰，低声说道：我不走。千雪，你吻我一次好不好？只一次就好，以后我都不会再缠着你，只要刘生不可置信地睁大眼，感觉到唇上的温热，心跳如鼓，整个人如坠迷雾，恍惚了起来。我只浅浅落下一吻，手从他的发丝间穿过，轻声道：以后我都在你身边。千雪，以后我不会把你让出去了，等你长大我们就成亲。成亲两个字在他的脑海里炸了起来，心疯狂的跳动，事情来得好突然，好突然，突然到他都觉得他是在做梦。怎么觉得他头好晕，好想睡觉。刘生，你没事吧？刘生，是千雪的脸，是他抱着我，但是我真的好困，好困。第二日，刘生睁开眼，入眼的便是我，就这么傻傻的看着我，眼珠子一动不动，足足看了1刻钟，看得眼睛有些生涩，又不舍得闭上眼睛，直到一只手附上他的眼睛，强迫他闭了眼，才合上2秒，随着光线又逐渐变亮，又重新睁开，正好对上我的眼神，嘴角不自觉地弯了弯，脸蛋红扑扑的，跟个煮熟的鸡蛋一般。我扶起他，轻笑道：醒了？真是没出息呢，被我抱都能约。才不是呢，是你说要娶我，我才一不小心晕了。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小到我必须集中精力使劲听，才勉强听了个大概，嗤笑起来。那我再说一次，你是不是还要再晕一次？才不会呢。哦，刘生，我喜欢你。刘生瞬间手足无措，他只感觉他自己已经完全溺死在我的温柔语调里，没有昏过去，但整个人已经无法思考，脑海中循环播放着我喜欢你这句话。我笑了起来，揉了揉他刚睡醒有些凌乱的头发。小家伙，快别发呆了，快起床洗漱吧，看看太阳晒屁股了。刘生呆呆点头，咬着牙，下意识抬起手摸着方才被我摸过的头发，傻傻笑了起来，那模样如同得了蜜饯的小孩，笑得那么纯真，那么幸福，似乎得了世间最珍贵的宝物。刘生抬头看着我，
在心里默默说道：千雪，我也喜欢你，也只喜欢你，这辈子我都只想做你的人，所以谢谢你喜欢我。我二人虽然重归于好，但是这件事在刘生心里留下了一片阴影。在那事之后，刘生彻底敛了性子，虽然没有完全成为一个乖乖男的模样，基本上不会再和除我以外的女子打交道。山庄的路不是很远，木流哥已经安排好子熙等人的住处，都住在离我不远的屋子，而刘生一直充当着当家主夫的身份，帮着几人一直忙到天黑才歇了下来。我也陪着几人一整天，也是够累的。安置好他们，我带着刘生离开，将他送回自己房中。我找了个凳子坐下，示意他坐在一旁，调整了一下凳子位置，刚好可以在他背后抱着他。刘生，辛苦你了。刘生笑着摇头，笑容却总是有几分勉强。不苦。我靠着他的肩说道：对不起刘生，我带了子熙回来，我知道自己不好，不能把自己完完全全只给你一个人，可你我也不能放弃。我知道的，千雪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，从一开始就知道。我知道千雪最喜欢漂亮男子，我也喜欢漂亮的女人的，例如千雪。我叹了口气，将他的身子转过来。刘生，你不必这样，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，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。我喜欢你可以哭喊，跟我发脾气，你这样安静让我有些心慌，更让我心疼。那样千雪会为难的，我不想千雪为难。刘生说完，突然起身脱起衣服，我匆忙制止，不满道：刘生，千雪误解我的意思了，我不过是想脱掉外衣而已。千雪以为我是要你要了我吗？我知道千雪不会同意的，自然不会做那些事。但你是不是已经要了子熙？我已经不是你第一个男人了。我伸手抬起他的脸，心里微涩，我一点都舍不得这个晶莹剔透的人儿难过，可却还是一直让他受伤。刘生，这次回来我会娶你和子熙，我要把你的第一次留到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可好？你说的话当真？自然当真，我何时骗过你？那今夜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就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我们已经1年多没有见面了，我的生辰千雪也不在。好，刘生都开口了，我自然要满足啊。以后有什么就直接告诉我，难过了也不要藏着掖着，知道吗？我脱了外衣，我们简单洗漱之后就躺在床上，忙了一天都有些累。刘生钻进我的怀里，只觉得温暖无比，好久好久都没有觉得这么开心温暖过了。千雪，你这次回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这段时间我看见刘哥姐姐也有些愁眉不展，想必是山庄里出了什么事情。我轻轻抚着他的背，面色有些阴沉，声音却温柔得紧。这些事情交给我和姐姐就好，你呢，还是做你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就好。哦，对了，你最近研制出什么好东西没有？说到研制的新药，刘生一下来了兴致。当然，而且很多，例如哭笑不得，这个药撒在身上就会又痒又疼，想挠可挠着又疼了。还有，刘生讲了7、8种药，每一种都听得我哭笑不得。唉，这孩子还是保持着孩子心性，每种药都是用来好玩的，这样也好，有自己的兴趣，也不会觉得无聊。这次离开带他一起吧，也省得他一个人在这里承受相思之苦。
不过他的这一大堆药可不好弄啊，看来需要在京城弄一套房子，以后家里人多了，总不能都留在一揽芳华。千雪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想得这么入迷。我揽着他的胳膊紧了紧，笑着说道：在想我们的以后啊，若是以后有了孩子，孩子要住在哪里，要怎么布置房子，还有等等很多啊。千雪啊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？都喜欢，若是男孩呢，我就把他宠上天；若是女孩子，我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厉害有用之人，告诉他以后再和他一起宠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我希望我们能多生几个女孩，一定要像千雪，让你们一起来宠我。看来刘生很想为我生孩子啊，还想要多生几个。千雪啊，你又取笑我。我哪里敢啊，你若是生气了不理我了，那我可怎么办啊？明明每次生气都是我先低头的。刘生，你不讲理，明明每次都是我一直哄你，然后你都不肯理我，最后你莫名其妙就会突然和我说话。那还不是你太笨啊，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。好，都是我的错啊，以后我一定弄清你生气的原因，然后再来道歉，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我将身上的被子拉了拉，在他额上轻轻落下一吻。好啦，小家伙，睡吧，时辰不早了，明早还有事呢。千雪，你也早些睡。一夜无眠，第二天的日子并非今夜这么清闲。得知我回来的消息，更得知我还带了3个男子，整个山庄都炸了锅。我在山庄的影响不比木流哥差。木流山庄并非所有男子都可以轻易进入，必须通过所有长老的同意。我清晨起来，看着屋外的丝丝暖阳洒进屋内，不由笑了起来。看来时间不早了，该去和姐姐谈谈山庄的事情了。这么久了，誉王的消息也该传来了。我的动作很轻，没有打扰到刘生，但他还是睁开了眼，不过是早就醒了，不舍得起床罢了。看着我从床上起身，便也随着起了身。我伸出手指在他鼻子上轻轻刮过，宠溺地说道：小家伙，舍得醒了？刘生搂着我，在我怀里蹭了蹭。我觉得今天长老们得知了消息，可能会去找他们。忙收拾好自己。刘生看着我着急的模样，心里有些酸涩，还是笑着起身帮我整理衣服。我有些愣神，看着他娴熟的动作，突然揽住他，心疼道：傻瓜，谁让你去学这些啊？我是自愿去学的，我也想服侍千雪啊，让我来吧。好。我从头到尾就这么注视着他，看到刘生动作越来越慢，头低得越来越低，不禁笑起来，抓住他的手。好了，这样下去，衣服穿不好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刘生看着我玩味的眼神，瞪了一眼，敛了心神，动作快了起来，很快便收拾好，在他额上落下一吻，道：刘生，你洗漱好，去子熙房里找我。好。刘生看着我离开的背影逐渐消失，心里更加苦涩。他抬头摸着自己的额头，似哭似笑。我不该这么难过的，还有一个人能够这么爱着千雪，我该开心的。我可是千雪的夫君呢，虽然不是唯一的夫君，但是只要这个位置有我就好了。爹爹，子熙、梦林，我有事和你们说。我脸色有些严肃，看得3人心里都是一紧。还记不记得路上我跟你们讲的，流木山庄有很多长老们，他们着实有些难缠。他们知道我带你们回来了，要娶子熙为夫，认梦林为弟弟，怕是会有一场考核。至于考核的内容，我也不清楚，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子熙的考核会比梦林的要难很多。所谓对男子的考核不过几项：琴棋书画、
南界还有厨艺，不知刘木山庄还有没有其他考核？我也不清楚。姐姐的夫君是云梦城城主的儿子，我也不清楚他们是如何认识的，但以他的身份足够嫁到刘木山庄了，所以当年只不过是走了一个简单的程序。但是子熙，对不起，你的身份我无法隐瞒，即便隐瞒了，他们也可以查出来。他们的考核无法避免，他们是我的长辈，他们的许多命令我也无法违背。那若是我没有通过考核呢？不必太过担心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。他们难为是难为你，但却会让你进门，但可能呢会有一段时间的培训。没关系，子熙哥哥，还有我陪着你，而且我想那些规矩子熙哥哥一定没问题的。这时刘生从屋外走进来，对着石青恭敬地行了一礼，对几个人笑道：有我在，不必担心，这些培训我都学过，很简单的。都忘了刘生了，真是完美。刘生，那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。刘生对我温柔笑笑，走到子熙和柳梦琳身边，安慰道：别担心啊，其实长老们都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他们很疼千雪的，所以自然不会太为难你们。谢谢你。不必客气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刘生简单的和他们二人说了说需要注意的事项。大长老最讨厌男子身上蹭着一堆胭脂水粉，只要化个简单的淡妆就好了。二长老嗓门很大，说起话来就如同在教训人，不过心地很好，他向来不会难为人。三长老最喜欢下棋，一谈起围棋就彻底变了个人，认真无比。四长老最为严苛，对于所有的事情都很认真，在他训话的时候要站得工整，不能随意晃动身子。还有一点最重要，绝对不能插嘴，要认真听着。最后一个五长老是个典型的笑面虎，嘴角始终都挂着笑，但说出来的话却毒辣得很，字字都戳你的痛点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这五位长老其实都喜欢一种男子，温润如玉，谦谦君子，举手投足间都要有大家风范，能够撑得起场面，所以一定要自信。子熙和柳梦琳认真记着穆留声的每一句话，生怕错过一点点。我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，没想到刘生对于这五个长老的喜好了解得如此清楚，不禁感叹：刘生，你好厉害，总结的可真到位。这可是经验，当初我也被培训了，不找出长老的弱点怎么过关？话语里满是担忧。千雪，长老们会考虑出身吗？仔细进过小官楼，会不会有影响？而且家境还这么贫苦。不必担心，长老们不是只看男子出身的。石爹爹不必太过忧心，刘生也并非大家出身，刘生是千雪捡回来的，若非遇到千雪，刘生现在还不知会落到何种境地。石青抬眸看着刘生，总觉得眉宇间有些熟悉，心里一道闪电劈过，突然问道：刘少，你多大了？还记不记得你的爹爹呢？不记得了，我很小的时候爹爹便去世了，我一直跟着一个卖艺的人家，后来遇到千雪，是他救了我。爹爹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石青匆忙摇头，可眸子里却多了几分惊慌。千雪，我有话与你说。刘少，你能不能离开一下？刘生点头，看了眼我，离开了屋子。石青拉着我的手，迫切道：千雪，刘生今年多大了？他的腰间是不是有一个梅花胎记？我惊住，愣愣点头。爹爹，您知道刘生的身份？石青泪眼模糊了双眼，微微颔首，哽咽道：他应该是哥哥的儿子。哥哥？
那刘生的身世岂不是也和皇宫扯上关系？不是吧？怎么都和皇宫有关？爹爹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石青咬牙，狠狠摇头。不可以，千雪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还请千雪你将这件事情保密。议事厅内，子熙和柳梦玲恭敬地对着所有人行礼，都有些局促，被这么一堆人看着，心砰砰跳个不停。想必你们二人也知我们喊你们做什么。回大长老，子熙明白。梦林也明白。几个长老对他进行轮番轰炸，如穆留生所言，五长老穆瑶之一张利嘴，子熙快要招架不住了。几人从夫德问到夫戒，又从琴棋问到书画，好在子熙之前便将这些背得滚瓜烂熟，对于琴棋书画更是有自己独特的一面。他最擅长跳舞，显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用处。几位长老对于子熙的回答还算满意。我们流木山庄从来不看出身，但是有一点，你在千雪之前可是清白身子。子熙紧紧咬着唇，无助摇头，努力没让泪水落下，坚定说道：千雪说过不在乎，可是我在乎。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，就是没有在我最好的年华遇到他，没能将最好的自己给了他。可是我不能因此认命。千雪说过，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以后，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擅自离开千雪，这是对我们感情的尊重，更是对我们的负责。可能在长老们还有庄主的眼中，我是一个浪荡的男子，不配嫁给千雪，但是我必须留在他身边，把他错过我的年华，我错过他的年华，在之后的日子都补回来。哼，你可知道，想嫁给千雪的清白优秀男子，可以从凤舞排到凤西，你凭什么嫁给他？因为我要定他了。姐姐，各位长老，想必你们也知道千雪的脾气秉性。子熙是我看上的男子，是我要娶的男子。我知道长老们是为了我好，可感情的事情向来不是如此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长老们也都年轻过，也都经历过这些事情，我相信长老们会明白我的心情，还请长老们成全。千雪，你当真要娶她？我点头，走过去拉住子熙的手，对她微笑道：我不能放弃。好，那你明白，身为流木山庄二庄主的夫君，必须有一技之长。刘生的特长是医药，那他呢？觉得他能帮到你什么？家世还是学识？即便什么都没有，我能护着他就好。大姑姑，千雪有能力护好他，夫君不就是用来保护、用来宠的吗？你永远都有一堆歪道。二姑姑，哪里是歪理？你说千雪说的在不在理？哎，在理在理，你说的永远都有理。无论如何，他在我这里还是不能过关。嫁入流木山庄，我可以没有别的要求，但是身家清白这一点，他都无法做到。可这也怪不得他呀，子熙的身世也不是他可以决定的。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家庭，他也无可奈何。谁不想出生在一个富贵家庭，吃穿不愁？可命运偏偏如此，他根本无从选择啊。我承认你说的很对，但这并不能说服我同意她嫁给你。啊，对了，今天从倾城那里学了什么？糖醋鱼。子熙学的是我喜欢的呀，倒是让我受宠若惊。所以我有什么奖励吗？
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亲我一下。我在他额上落下一吻，抬起他的下巴，逼着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叹息道：你们一个个都这么为难自己，这么大度，让我该怎么办啊？这样不好吗？若是我们都无理取闹，你会为难的。我将他揽在怀里，心疼道：对我而言当然好，但是你们呢？也怪我招惹你们。子熙，对不起，在你通过考核前，怕是我都不能在你房里过夜。子熙身子微颤，垂下眸子，紧紧抱着我。没关系，只要七夕每晚都可以来陪我坐一会儿便好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每晚都会来陪你。白天若是有时间，我也会去看你学习的。好，我的要求从来都不多，即便现在我变得越来越贪心，最终不过想要你陪着我罢了。今日倒是没什么大事，再过1个时辰，也该是午饭时间。我猜着子熙会在厨房，随便晃悠晃悠便到了那里，看见穆留生，倒也有几分意外。我没有进去，就在厨房外面溜达2圈。1个月后也该过年了，过年后就是2月份，3月份会有科举乡试，算着时间也有些紧迫。在除去成亲用的日子，路上奔波用的日子，满打满算不过是1个月而已。几乎整个大陆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收到了一份喜函，是关于我的大婚。也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往流木山庄赶。几日，整个流木山庄都在装饰，一片红色，喜气洋洋。考虑到流木山庄的位置不能让外人随意进出，除了流木山庄，山庄脚下所有流木山庄的铺子都挂上了红绸，迎接来往祝贺的客人。随着成亲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整个山庄也越来越热闹。2人都是紧张不已，我也有些紧张，毕竟这辈子第1次成亲，还一次性娶了2个。也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洞房花烛夜要去哪个房间呢？天哪，难不成1个晚上要去2个？这样会不会有些……不过我已经答应刘生，所以那天夜里我必须去他的房里。若是可以，就前半夜1个，后半夜1个，就这么定了。成亲前一天，新郎和新娘是不能见面的，这是习俗。不过那天彻底来了一次阵地转移。不过碍于所有嘉宾都在山庄下的镇子里，直接将成亲的地点改了改，放在山庄下我早就购置的一个宅子里。镇子里，客栈的一个雅间里，一个男子红着眼看着外面到处喜庆的红色，似乎整个镇子连同房子、植物、动物都在一片喜悦之中，可他的心却在狠狠地抽痛着。孟千雪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那么风华绝代的女子，又怎么会是普通人？原来她是柳木山庄的2庄主啊！成亲。徐锦白自嘲地笑了起来。怪不得他根本看不上我。以他的身份，什么样的男子会没有？可笑，我居然还一直追着他不放，发誓要嫁给他。他是不是一直在心里笑我傻呀？锦白，屋外响起一个清亮清脆的女声。徐锦白忙擦着眼角的眼泪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英姿飒爽、英气十足的女子。她开口道：姐姐，什么事啊？
你不是一直闹着要来，怎么一整天都躲在客栈里？姐姐带你出去逛逛。徐锦白摇头，勉强扯出一个笑。姐姐，我有些累，想要休息。锦白，你怎么了？眼圈怎么这么红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不过没有休息好。姐姐，你自己出去吧。心情不好，姐姐带你出去逛逛，或许心情会好点呢。出去逛逛，心情怕是会更不好呢。遍地红色都在告诉我，心爱的女子要成亲了，而且根本和我没有半点关系。可我又该如何告诉她，我难过是为情所困？他不明白自己为何死活要来这一趟，为何要在自己伤痕累累的心上再添上几刀，让他彻底死心吗？可他真的好疼，疼得喘不过气来。怎么办？徐锦白实在控制不住眼泪，忍不住扑进徐锦离的怀里大哭起来。从他回到山庄开始，便觉得他有些不对劲，特别是在收到这喜帖开始，他就很少笑过，整个人看上去浑浑噩噩，提不起半分精神。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难道我的弟弟喜欢慕千雪？徐锦离一下变了脸色，并非他不支持，而是徐锦白他有婚约，还是从小定下的婚约，根本不可能取消。而且我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他怎么肯让他的宝贝弟弟做小呢？徐锦白哭了许久才停了下来。徐锦离的胸前已经湿了一片，而徐锦白此刻脑子里蹦出来的全是我抱着他的场景，那个怀抱，那个他渴望了那么久的怀抱，从今以后再也不属于他了。我的怀里抱着的是两个他完全陌生的男子。徐锦白脸上还挂着几滴泪水，徐锦离叹了口气，掏出帕子替他擦着。傻弟弟，我们回去吧，我们不参加这个婚礼了，好不好？姐，我不走，不要告诉娘亲和爹爹，我只是看他一眼，是远远看一眼就好，真的。徐锦白打开窗户，就这么远远地望着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，他的心便不受控制地跳了起来，视线随着那个身影移动着，直到拐角处，那个身影突然停了下来，转身朝他这个方向望来。他吓得一下子扭过头，只留下一个后脑勺，发丝随风飞舞。我从经过客栈，便察觉到有一道视线落在我身上，实在是那道视线太过灼热，直觉让我转过身看了一眼，只隐约看到一个男子坐在床边。转头转得太快，我只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样子，觉得有些熟悉，想要再看就只剩下一个背影，只是那个背影我却突然想不起来。我摇了摇头，没再考虑，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，没有时间浪费了。结束了婚礼，我还要重新回到京城，所以我不能以真面目示人，否则入世之后若是被人认出来，怕是没有安生日子可过。思考了片刻，我还是决定干脆买个面具。我拐过街角，身影彻底消失。徐锦白泪流满面，看着已经消失的人影，他勉强笑了笑。徐锦白，你不再是他的小白兔了，他也从不是你的臭流氓。徐锦白深深望了一眼窗外，只有茫茫人海。他关上窗，从怀里拿出一本书，书被他保护得很好，没有一点褶皱。翻到中间位置，
认真地看了起来。酒席一直持续到将近酉时，宾客逐渐散去，我再次察觉到有一道目光落到我身上。我虽然已经醉了，但是本能告诉我，一定有人在看我。我眯着眼在四周看了半晌，都没有发觉是谁，使劲摇了摇头，怕是真的醉了，感觉出现了问题。徐锦离扭过头，看着躲在自己身后偷偷看着的徐锦白，心疼道：锦白，他走了，我们也回去吧。徐锦白点头，走了2步，突然朝着我的方向跑来。徐锦离一惊，忙追了上去。徐锦白在人群中疯狂着找着我的身影。怎么可以？他怎么可以就这么离开？他怎么可以就这么娶了别人？他怎么可以一点都不记得我？我又该怎么放弃？你在找我？一记响雷落在徐锦白的耳中，炸得他身子彻底僵住，久久不敢转身。我叹了口气，我说是谁一直在看我，原来是你啊，小白兔。嘿，好久不见。徐锦白转过身子，强忍住眼泪，笑着说道：恭喜你啊，成亲了，还是一次喜爱2位。我默了许久，才开口道：谢谢你。谢谢，真是令人心碎的一句话，多么可怕的一句话呀！看着我一身大红喜袍，心里的苦涩扩展得越来越大。锦离，我在这里。徐锦离一愣，跑了过去。徐锦白忙挽着他的胳膊，对着我笑道：我的未婚妻，锦离。夜色太暗，我又有些醉意，也未曾发觉二人的容貌有相似处，笑着说道：小白兔，恭喜你，我先走了。徐锦白笑着点头：好，去吧。看着我离开，徐锦白大笑起来，笑着笑着，眼泪便落了下来。姐姐，我是不是好想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我好想回家呀！徐锦离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将他揽在怀里，心疼道：好。夜揽芳华内，一场淋漓尽致的醉酒，一场兀自伤心的演奏。云染在房内兀自摆弄着古琴，手指划过琴弦，奏出的声音莫名带着几分忧愁。我成亲的消息几乎天下皆知，而他只觉得心里有些沉闷，似乎有些透不过气。这种莫名的心烦，这不该是他会有的情绪啊，可真真实实的出现在他的身上。心里有一个可怕的认知，却被他逃避着。这个认知太可怕，可怕到他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而在另一个屋内，满桌的酒瓶东倒西歪，任他肆意这么一次就好了，一次就好。还有另外一个地方，手中的账本一天过去了，还是在那一页。墨水滴在账本上，也不自知。他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多久了？3天还是5天？杨若宁苦笑地看着账本上的墨点，放下笔，盖上账本，随意走到京城的大街上。今日风不大，阳光也很温暖，沐浴在身上，他却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是冷的。
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直接请了病假。这么久了，或许他也该休息休息了。而此刻，流木山庄小镇里，与这些地方截然不同。大红纱布漫天飞舞，入目之处皆被喜庆的红色覆盖。我的喜房之内更是到处洋溢着喜气，屋内到处冒着粉红的泡泡。随着喜秤掀开盖头，美人容颜出现在面前，我笑了。终于成亲了。我弯腰在他额头落下一吻，随后端起桌上的交杯酒递给刘生。刘生接过，手不停地颤抖，险些将酒杯打翻。他在心里不断给自己打气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，可是却如何都无法冷静。今夜可是他们的洞房花烛夜，他盼了多少年啊，终于他的梦想实现了。我轻笑，手指宠溺地在他额上弹了弹。现在就这么紧张，那一会儿可要怎么办啊？我的话语还未说完，刘生的面色已经爆红，滚烫不已，他垂下眸子，都不敢再看我。怎么，刘生是不打算喝交杯酒了？耳边响起我调笑的声音，交杯酒3个字闯进他的耳朵里，他这才抬起眼眸，抬眸间正好对上我戏谑的眸子，却一下子移不开眼。他的眼眸里像是闪着万千光芒，一旦撞入，再也移不开眼。他傻傻愣着，任由我圈上，将他搂了过来，引导着所有的动作。他将酒杯凑到唇边，眼神至始至终不曾离开过眼前的人。我唇边带着笑意，随着他的动作将酒杯凑近嘴边。我二人视线交汇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喷薄而出。一直到了深夜，我才放过他，看着他安然入睡。瞥了一眼桌上的红烛，已经点了过半，红色的烛光在夜里摇曳着。深深看了眼床上的然儿，俯下身在他额上落下一吻，替他盖好被子，从床上起身，捡起地上的衣服穿上，点着步子几乎没有声响，轻声走出了屋外。床上的人睡得正香，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人的离开，脸上挂着满足幸福的笑容，睡得香甜。我推开子熙的门，子熙正坐在床边，听见声音，身子一下子摆正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看着子熙依旧盖着盖头端正地坐着，我心里一下子酸了起来。傻瓜。我从桌上拿起喜秤，掀开盖头，子熙的倾城容颜出现在面前。我叹了口气，满满都是心疼。怎么不先休息？子熙笑着摇头，眼眶微红，只是眼眸中尽是幸福。你说过回来，今天可是洞房花烛夜，我怎么可以先睡？我叹了口气，我当真是招惹了一堆深情之人。走到桌前，提起酒壶，倒了2杯酒，端了过去，笑着说道：来，我们喝交杯酒。子熙勉强接过，我二人手臂紧紧缠在一起，发丝也在不经意间纠缠擦过。2杯酒入肚，夜色晦暗，情意绵绵。又是一场翻云覆雨，你侬我侬，羡煞旁人。地上又落下一片凌乱的衣衫，只剩下一半的夜晚，过得尤其漫长。一夜未眠，最后我还是离开了子熙的房间，
我答应过刘生，给他一个完整的洞房花烛夜。有人护着，他们所有人都可以随意出去逛逛，不过需要跟媚晴报备一下，戴着面纱便可。云染是最后一个来的，媚晴无事，干脆和他一起出去。走在拥挤的路上，二人看着不免有些单薄。登徒子从不会因为过节而减少，不过媚晴不是普通人，她的身手虽是比不上那些高手，对付一些登徒子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云染震惊于媚晴的全能，他听我说过，媚晴并没有生气，这意味着他可以随时离开。这样一个优秀的男子留在小关楼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想必可以离开这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吧。别这么看着我，这些都是楼主给我的，若是没有楼主，也不会有现在的媚晴。媚晴看穿他的想法，眼神落到远处一家面具店里，开口道：去前面面具店里看看吧。云染点头，跟着他走了进去，惊讶地发现有许多银色的面具，上面刻着一只狐狸，不由向店家询问：为何这些面具上画的都是狐狸？身旁两个男子不由一副孤陋寡闻的样子看着他。连银狐都没听过。银狐？其中一个男子不屑地嗤了一声，没有搭理云染。虽是戴了面纱，二人身上的气质却无法掩盖。倒是另外一个男子有些眼色，好奇地问道：你们是哪家的公子？为何我从来没见过？云染正想着要怎么回答，就听见另外一个男子嫌弃说道：他们都是一览芳华的小官儿，低贱的男子，一点都不配和我说话。右眼，你跟他们说什么话？不觉得侮辱了自己的身份吗？二人神色微变，着实是这个男子语气太让人厌恶，掌柜的也听不下去，忍不住说道：这位公子说话还是留些余地比较好。云染淡笑，不急不慢地问道：这位公子怎么会知道我们二人的身份？男子一下被问住，不知该怎么回话，脸涨得通红。云染轻笑，声音清脆：公子腰间的玉佩成色当真是不错呢，据说是凤溪盛产的和田玉呢。若是让人知道公子私自逛小关楼，怕是会吃不少苦头吧。云染话说得很隐晦，眸色却带着几分凌厉。公子，有些话还是三思而后说，否则侮辱了公子的身份也不好了。云染说完，傲气扭头，没有再留半分眼神给他，拿起一个面具，笑着问媚晴道：这个面具如何？看上去倒是不错，你可以试试。男子就这么被忽视了，气愤不已，丢下一句：你们给我等着！拉着身边的男子愤怒地走了出去。云染摘下面纱，露出绝美的一张脸庞，看得周围的人都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。这样气质出尘的男子流落小官楼，想必也是被逼无奈。云染自第一次露面之后，得到了我的允许，当一名清官，即便接客都是掩面。即便京城都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人物，很多人也都没有机会得以一览芳容。媚晴对于他的行为没有阻止，小官又如何，也要活下去啊。若是活在世俗的眼光里，又如何能够开心地过完这一生？云染戴上半边面具，更添了几分神秘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说的便是他这种露出的半张脸，依旧俊美如神之，惹得周边人目光再也移不开。媚晴也挑了一款面具，依旧半脸，不过是个红色面具，扯下面纱戴在脸上，露出的唇角微起，勾勒出一种魅惑众生的笑容，
山庄内事情百顺，我们几人顺便踏上了回京的路程。半个月的路程过得很快，再次出现在夜揽芳华的门口的时候，竟有一种阔别多年的感觉，当真想得紧呀。看见我的片刻，楼里立刻热闹起来，所有人都围了过来，看见我身旁还多了一个俊美男子，都不由凑了过来。媚晴从人群中走了过来，对我行礼，随后对着几人淡笑。刘生笑着跟他打招呼：媚晴，许久不见。许久不见。行了，都别站在门口被人围观了。爹爹、子熙、梦林，你们先回房间。媚晴，你带刘生去他房间。那你呢？刘生抓住我的衣袖，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他还是有些不自在。我去看看京城的宅子装修好没有，随后你们几个便该搬进去了。对了，以后子熙和我身旁这位，你们该喊楼主夫君了。明天停止营业一天，我请你们吃喜宴。云染下楼的步子微微顿住，最后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走了过来，站在人群的最后面。楼里瞬间沸腾，看着子熙的眼神有羡慕，有嫉妒，但更多的还是祝福。毕竟从一开始，我对子熙便不一般。那你快点回来。我宠溺地笑着，知道了。那温柔语气不知羡煞了多少人。车上有带给你们所有人的礼物，一会儿让人搬下来，你们随意分吧。多谢楼主。看着楼里这么热闹，满足得很，眼神无意间扫到后面的云染，他的脸色似乎不是很好。我心中微微一动，原想着关心一下，但看着面前的场景似乎不太适合，收了视线，和周边的人简单聊了几句便离开了。看着屋子已经收拾好，我没有停下，去了裕王府。倒是遇见了一件让我意外的事情，杨若宁也在，而且我去的时候，杨若宁正在和裕王侧夫聊得开心，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他二人坐在府内的一个小亭子里，看见我的身影，都起身迎了上来。杨若宁脸上神情说不出是喜是忧，但在林贤若看来，更多的还是喜。我微微躬身行礼道：参见侧夫。二庄主，可是找王爷？王爷正在书房。多谢侧夫。就这么2句话便结束了对话。我看了眼杨若宁，只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怎么都觉得别扭，不过还是打了招呼。杨掌柜。杨若宁面无表情道：还没恭喜二庄主成功抱得美人归。我见他面色有些冷淡，以为他和慕容羽哥一样气我没有通知他，于是解释了一下，事情并非你想的那般，若是一会儿无事，一起走吧。杨若宁没有拒绝，了一声。我察觉他的神色好了一些，笑了笑。侧夫告辞，杨掌柜告辞。等我走远，林贤若看着他的神色有些复杂。你和二庄主什么关系？你喜欢他对吗？杨若宁深深地看了眼我的背影，点了点头。你知道的，感情这种事向来身不由己。可你要知道，你和他是没有结果的，何必这么难为自己？怎么会难为？喜欢一个人有苦涩，有幸福，各种喜怒哀乐可能都会有，但他从不觉得是在难为自己。我在这里等他，你去忙吧。林贤若叹了口气，也不知是该如何安慰，不过有的时候还是不说的好，了一声离开了。我去了裕王书房，他正眉头紧锁看着奏折，看见我到来，像是找到了救星，开口道：千雪，你来看看这个。我接过翻了2页，玩笑着说道：哟，
王爷倒是干脆，这么机密的事情直接给我看，也不怕我泄露出去。你泄露出去也没有什么好处，反而惹得一身骚。精明如你又怎么会做？再说，我们既然是合作伙伴，有些事情需要你帮忙，本王自然不会客气。我看着他一脸无赖模样，耸肩道：明啦，不过这件事关系很大。私造军火除了需要大量材料，更多的还需要银钱啊。我倒是好奇，他们哪来这么多银钱？这正是我忧虑的地方。他们手头怎么会有这么一大笔银两，这么多军火？怕是要造反啊！凤舞可有出兵凤翔的打算？有，这不是天下皆知的事情吗？你又何必多此一问？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看这批军火的数量，不像是短期制造出来的。等等，你是说？誉王怒拍桌子，这群家伙竟然打的这个主意，真是该死！这么一大批军火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在哪里发现的？大概离京城300里的一处小镇，本王还未曾去过，是宫里的暗卫发现的。有几个暗卫埋伏在那里，最后逃出来的就只有一个，把消息传了回来，就死了。那就去实地看看呗。不过，既然已经打草惊蛇，怕是事情有些难办。你去，怕是会有危险。不过很可惜，我要参加科举乡试，所以王爷你呢，只能自己找人去喽。这次来是想王爷帮我弄个假身份。科举乡试，3月份，只剩没几天了，你准备怎么样了？或许还不错吧。什么叫或许还不错？那是好还是不好？字面上的意思。王爷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这些事，王爷加油哦。加油？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就这么走了？誉王看着我潇洒离开，叹了口气。哎呀，反正这些事儿也不急于一时。待他乡试结束，拉着他一起便好。若宁，我们走吧。杨若宁转过头，拢了拢外面的衣衫，吹了这么久的冷风，果然有些冷，没有开口，起身走了出去。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，明明近在咫尺，只觉得我二人隔了千山万水。我踌躇片刻，解释道：若宁，成亲那件事，我并非不想通知你。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就还有几天便要成亲了，所以根本来不及通知你。明天我会请楼里人一起庆祝，你要不要一起？杨若宁只觉得自己周遭更冷了一些，感觉不到一点阳光的温度。对呀，已经成亲了。没关系，明天有些事就不去了。我拦住他，不解地问道：若宁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有什么事你直说。杨若宁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说道：一览芳华的账本在我这里，你随我去拿吧。若是可以，以后……他顿了顿，深呼一口气，不要再来找我。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回过神来问道：为什么？若宁，你到底因什么事生气啊？除了成亲这件事未曾通知你，我不知自己还有哪里做错了，让你想断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你若是当真不想交我这个朋友，好歹让我死得明白一些。今天若你不说明白，我是不会让你离开的。千雪，你又何必为难我？有的时候，有些事情身不由己罢了。理由？我只要理由。若宁，除非你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，否则这事不可能结束。杨若宁脸上挂着苦涩，
仿佛胆汁回流，窜到身体每一处，往前走去，心里仿佛钻了几千只蚂蚁，钻心的疼。我看着杨若宁有些颤抖的背影，喊道：若宁，你要明白，你若是不说，我们之间的友谊会彻底结束。我明白你有苦衷，若是可以，我会帮你。杨若宁步子微顿，双手紧紧攥了起来。你让我怎么告诉你？告诉你我的身份，告诉你我喜欢你，然后再告诉你我在嫉妒别的男子可以得到你的爱，而我却只能这么看着，而没有任何办法接近你。或许其实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，只不过是我执迷不悟罢了，非要让自己摔得头破血流才肯收手。我见他停下步子，追了上去，扯着他的衣服往钱庄跑去。说吧，到底因为什么？我看着他这样子，心里就憋了一股火。什么鬼啊，莫名其妙的。杨若宁低着头，心还因为方才的疾跑快速地跳动着，几乎快要蹦出来，将自己的心努力地安定下来，抬起头对上我的视线，心跳又重新加速。杨若宁默了半晌，我也没有催促他，就这么等着，许久许久，杨若宁才开口道了一声：对不起。什么该死的对不起？我有些无语。罢了罢了，账本给我吧。你不想说，那别不说了。杨若宁始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脚步却始终挪不动。我第一次发现杨若宁这人这么别扭。那你想我怎样？问你理由，你又不说，让你给我账本，你也不动。杨若宁开口，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。我着实没了耐性，走到柜台前，自己找到账本，拿着账本直接推门便要离开。杨若宁想要拦住我，还没有开口，我在门口脚步突然停下，开口道：无论你因为什么，在你没有告诉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之前，我是不可能接受你平白无故结束我们之间友情这件事。但若是你坚持……我没有再说话，拿着账本直接离开。等我离开后，杨若宁无力地靠在墙边。这不是他的本意，他也不知道为何这件事会变成这样。我明明想要等他，跟他多说两句话的，可是听见了他在跟我解释他成亲的事情，情绪再也把控不住。为什么我要承受那么多原先根本不属于我的事情？我已经21岁了，在这个别人孩子都可以满地跑的时候，我连自己真实的身份都无法说出来。我走在路上，好心情被破坏了个干净。我这是想破脑袋也没想到杨若宁因为什么事情会这样。收起账本去了优阁，却被通知慕容羽哥自从年前出去就没再回来，还交代过若是我回来让我兑现之前的承诺。优阁交给我3个月，我只觉得没有一点好心情，一整天什么好事都没有，带着一身颓废的气息回了一览芳华。一直以来，媚情都是我的蓝颜知己。媚情房里摆着几瓶上好的女儿醉，看我的脸色不好，将酒全都拿了出来。拿了2个酒杯，满上道：楼主缘何不开心呢？真是难得，有多久了都未曾见过楼主这般伤情。我端起一杯酒，一饮而尽。有些事情小不明白。什么事情？可否同媚情讲？媚情啊，陪我喝2杯。媚情笑着，
好。我一直没有开口，美晴也没有再问，只是一杯一杯陪我喝着。这些年，她的酒量早就练了出来，这么多杯酒下肚，脸上也没有丝毫反应，连我都有些脸红，不由佩服起她来。媚晴，你这酒量，我真是自愧不如。媚晴脸上笑意更甚。哼，这几年都练出来了，刚好可以陪楼主解忧，也算个优点。跟着我这么多年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什么都没能给你，连个好人家都没能给你找一个。关键是，你这么好，我舍不得送给别人啊。把你送了人，我从哪里找这么能干的人呢？美晴虽然知道我留着他是因为他对我有价值，但是他明白我的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他的，即便被放在一个不知名的角落，但终归他和一般人还是有些不同的。媚晴不咸不淡地说着，我留在这里便好，我已经将这里当作家了，离开又能去哪儿？但我怎么舍得离开？不过有些事还是不要让他知道好，他对我无益，我对他的感情不过是一份负担，若他知道，也不过是让他徒增烦恼罢了。我们二人喝了将近1个时辰，连媚晴都有了些醉意。我有个毛病，一旦喝醉，若非直接倒头大睡，便是喋喋不休，开始吐槽。今天明显是第2种。我平时很少喝醉，只是浅尝，若非必须，我会控制我的酒量，所以这件事只有2个人知道，一个是慕容宇哥，另一个则是媚晴。媚晴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可倒霉了。杨若宁那家伙不知道哪根筋又不对了，完全不知所谓啊！突然就告诉我要跟我绝交，绝交！姑奶奶还从来没被人绝交过呢。还有那个慕容宇哥那个该死的，竟然带着倾城跑路了，把那一堆子烂摊子全都丢给我，自己带着美人逍遥去了，留给我一个人在这里累死累活，还要准备那个什么破科举考试，还有这个破地方交通工具太不发达了，连个飞机都没有。没有飞机，汽车也行啊，从柳木山庄回到京城竟然用了半个月啊，一路上都快磨叽死了。他说的绝交、跑路，还有飞机、汽车，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何我听不懂？之前也听他说过，不过，算了，他不高兴应该是因为杨若宁吧？绝交是断绝交往的意思吗？那人难道是因为楼主成亲的事情要与楼主断绝交往？他是流木山庄钱庄的掌柜，想必是知道楼主身份的。不过又是一个可怜的男子罢了。媚晴，你这里怎么布置的这么简单啊？还有，你看你连几个像样的首饰都没有。来，我这儿有大把的钞票，给你，都给你，去买点好看的首饰。男孩子嘛，就要学会花钱。你们楼主我有钱。他竟还是这个样子，这是第2次了。之前在山庄，他也曾给了我几万两银票，第2天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收回去，非要将这些都送给我，说是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去的道理。我记得那几万两银子是他攒了许久，准备好好出去玩一趟用的，这么干脆给了我，
奈何他怎样都不肯收回，我便一直珍藏着，从未用过。这次的我便不能再拿。想到这儿，媚晴拿起桌上的银票想塞过来，谁知我一个转身，媚晴的手直接附在我的胸前，整张脸红了个彻底，手一时间竟忘了收回。哎，喂，怎么样？姐的身材不错吧？姐好满足的。啊？他想要抽回手，却被我一把拉住，又放了上去。啊？怎么？你不满意？满意，满意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小伙子有前途。不过姐是有老公的人。说罢，我扫到他的身下。哎，你有没有反应啊？幸亏今儿穿的衣服宽大，完全不显，也幸亏他是醉的。啊，你干什么？媚晴吓了一跳，忙后退一步。我不想做什么，楼主，是您要干什么？你躲得这么快，一定有问题。楼主，您该回去了，子熙和刘生还在等你。子熙，刘生，他们在哪儿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楼主，您等等，我去喊他们。媚晴说完这句话，便准备开溜，结果发现她袖子不知何时已经被我拉住，她拽了拽，没能拽出。嘿嘿嘿，别那么着急走嘛。不行，若是再和他待一会儿，怕是会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虽然我也曾期盼过，但在这个时候发生，觉得不是好事，这不是我所期盼的。可放他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就他这模样，出去了还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。可说让他跟着我，我怕是也控制不住他，这该如何是好？他将我扶上了他的床，自己则像是被恶犬追着的五花肉一般，逃离了案发现场。第二日，我如同往常一般，醒来时便将昨日的事情忘了个彻底。头怎么这么疼啊？啊，这是哪儿？这是……我怎么在媚晴的屋里啊？果然酒不能多喝。刘生坐在院子里，无聊地发着呆，看见我，脸上立刻换上笑容，跑了过来问道：紫薇，你喝多了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事，不过是闲来和媚晴喝了2杯，结果一不小心贪杯，多喝了点。你也知道，媚晴酿的酒手艺向来不错。刘生了一声，即便知道我有事瞒着他，也没有接着问。以前在刘木山庄的时候，我有事情也喜欢同媚晴讲，虽然他很想分享我的喜怒哀乐，但我却只会告诉他我开心的事情。这样也好，他虽然帮不到我，有媚晴在就好。不过以后他还是会想办法将这些事承包下来，好好尽一位夫君的责任。我轻轻戳了戳他的小脑袋，笑着问道：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刘生笑了2声。千雪找我是有事情吗？就你鬼灵精，京城的府宅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一会儿喊着子熙、梦林还有爹爹去选个屋子。那千雪你呢？我再过2天，搬家太费事，乡试结束我再搬过去。那我和你一起。那里已经给你备好药房，留在这里你什么事都没有，还是过去吧。药房啊。刘生纠结了几秒，还是拒绝道：我要陪着你，我不走，反正不过几天。哎，好吧，那你们先白天去选好房间，将东西都布置好，然后晚上再回来怎么样？
这个可以有。行了，我先不陪你了，你去找子熙吧。这里他很熟悉，如果想上街就去吧，会有暗卫保护你们的。好。大约是排了半个时辰队，终于到我了。誉王给的身份是离京城老远的一个镇子员外的女儿，叫做木林郎。检查身份的官员显然认识我，看了眼我的名字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道：进去吧。按照抽签上的顺序坐好。屋子里坐了许多人，大多都紧张不安，着急等着试卷分发下来。试卷到了手中，就这么想着，我下笔如飞，几乎不用思考，不一会儿便将整张考卷写满。一篇文章结束，休息了2分钟，又接着写另一篇文章。2个时辰不到，我长呼一口气，看着写得满满的试卷，嘴角勾了起来，完美。看见我回来，一拨人蜂拥而上，七嘴八舌问着我乡试如何。我看着这么多人关切着，心里一阵暖流。这时媚晴从一旁走来，犹豫几秒，还是开口道：楼主，杨老板来过。他可说了什么？他说祝楼主考试顺利，能够拔得头筹，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。没了？没了。官话套话罢了，不过能来找我，看来心里的别扭终归是消了不少。他这个朋友我还是不想丢的，不过他是怎么知道我要参加乡试的？这件事我从未与他提起。昨夜我宿在子熙的屋子，子熙醒得早，看我睡得正香，他睡在里侧，他自己有了动静会扰到我，便也随着一起躺着，一直到了晌午。其实我是被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吵醒的，也不能说吵醒，也该醒了。扭过头看着子熙红着一张脸，不好意思地看着我。还不快起床？我看了眼天色，笑着说道：看来我的子熙是饿了吧，走，我们起床吃点好吃的，然后搬家。我在他脸上美美的亲了一口，这才磨蹭着穿起衣服。若非是子熙饿了，我还可以接着睡，这么久都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，今天总算是睡好了。刘生看见我二人晌午才从屋子出来，不由想歪了，看着子熙，眼里有几分羡慕。我看见他一直盯着子熙，也将目光落到子熙身上。看了半晌，子熙都有些不好意思了，也没有发现哪里有什么不对，不由好奇地看向刘生。子熙完全摸不着头脑，不明白我二人为何一直盯着他看，想要开口，又见我的目光落到刘生身上，更加不知所谓。而刘生虽然盯着子熙看了几秒，后来发现我盯着他，以为是他出了什么问题，也一直盯着我。我三人就这样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看什么，不约而同地问道：你们都在看什么？话音落下，我们都不同地笑了起来，好一场莫名其妙的互看。我看见大门上悬挂的幕府2个大字，满意得很，这里以后就是我另外的一个家了。你们4人都选好哪个屋子了？我选的离药房最近那个院子。我选的离池塘最近的院子。子熙哥哥旁边的院子。我选的最西边那间院子，我很喜欢那片梅树。我点头，思考了一下几个人的方位，一个西边，2个中间，一个南边，离得还不算太远。随后指着离几人不远的那间屋子说道：那我选那间，旁边那间当做书房。其实我原先没想选那间屋子的，可千轩你一直没选屋子，没有办法，我才选了离药房最近的院子。其实还好，大家的院子离得其实不远，不过几步路而已，若是你们想换，其实也可以，把东西再搬一次罢了。好啊。媚晴张了张口，却没有出声。其实那个院子就挺好。我要你左边那个院子。右边。
柳梦林依旧选了子熙旁边的那间。好，回来给你们院子里题上字。刘生的院子叫生院，子熙的院子叫熙院，梦林的院子叫林院，媚情的院子叫情院，至于我的叫雪院吧。四人皆是一头黑线，这名字起的可真是随意至极。媚情出去后，四人都没有到，他便站在原地候着，目光时不时在府宅外面扫过。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不由将视线落在他身上。只见他在门口踌躇着要不要进来，最后还是决定转身离开。媚情原本不想开口，最后还是软了心，开口道：杨掌柜。杨若宁只顾着想自己的事情，完全没有注意到门口站着的媚情。听见他的声音，这才反应过来，有一种被抓包的窘迫感，尴尬地笑道：媚情公子。楼主一会儿便要出门，杨掌柜若想见到楼主，可随我一起等会儿。我……杨若宁最后还是点了头，走进府内，随他一起等着。杨若宁突然听见一阵轻笑声，伴随着错乱的脚步声，心里突然慌了一瞬，开口道：还请媚情公子隐瞒我曾来过的事情，杨某还有些事，先行离开了。媚情没有回应他的话，而是问道：你确定？不确定。杨若宁心里岂止是不确定，是完全不想离开。当初那个杀伐果断的自己，遇见他，感觉一切都变了，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喜欢他，猝不及防进入了心。随后我的生活还是变得一团糟。杨掌柜难道要一直这样躲下去？当然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自己决定。他说完，便顺着他们来的方向走了过去，留下杨若宁一人站在原地思考。杨若宁抬头，看见几人的身影隐约出现，最终还是留下没有离开。我老远看见他，便同他招了招手。杨若宁神情有些复杂，看见我身边还跟着一众男子，说不出的滋味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，也同我招手。若宁，你怎么会来？用过晚膳没有啊？要不要一起？你们一起，我去不方便，还是算了吧。不过听说你搬家，过来瞧一眼。你不生气就好，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杨若宁，是钱庄的掌柜；这是刘生，这是梦林，剩下的子熙和媚情你都认识了，我就不介绍了。杨若宁对着几人微笑点头，几人亦对着杨若宁点头，气氛莫名的和谐。杨若宁突然觉得心里也没有那么难过，甚至也没有格格不入的感觉。一会儿我还有事，钱庄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毕。对了，千寻，你的科举考试情况如何？若是没有因为我的文章没有用官方话语描述而扣分的话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官方话语？就是那种饶舌的话。这里怎么说来着？你们懂不懂？文言文。总言之呢，反正我最后用的就是我们平时聊天的话语写的。难道那2篇文章是你写的？哪篇？若宁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写的文章？你和誉王关系这么好的吗？杨若宁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想找个原因糊弄过去，但看着我的眼神，半天也没有扯出谎来，叹息道：对不起，我只能告诉你我和誉王的关系不错，但其他的事情真的有些为难，不能说。没关系，不过你方才说的2篇文章是什么？誉王无意提到的，说是考场上有一人提前交了卷，那个时候他刚好巡查，就看一眼，越看越是震惊。不过当时你的姓名已经被封，他扫了眼考场，缺了几个人，没有发现你在，猜着是你，不过没有确定罢了。我倒是勾起了几分好奇，誉王对于我的那些想法是什么看法呢？
那誉王如何评价？这位考生文章写的不合规矩，但他的这些想法新颖大胆，并且指出了凤舞现阶段的问题，并且分析的极其深刻，绝对是个顶尖人才。这么夸我啊，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因为很多思想都不是我自己的想法，也不过是从现代搬过来的，这算是穿越女的金手指吧。虽然我没有看过你的文章，但是誉王很少会这么夸一个人，而且我相信千寻你的能力。我们也都相信。若宁，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结果何时能够出来？大约半个月后吧。半个月啊，我知道了，谢了。若宁，我们要去吃饭，与你不顺路，我就不送你了，一路上小心。本以为会有一段时间轻松的日子，不过刚过了5天，誉王便结束了手头的事情，直接喊着我去了暗卫发现问题的那个镇子。我有些无奈，乡试最后的结果不过还有10天左右出来，按他说的地方，一个来回也要7、8天，在那里待2天能做什么？乡试结束之后再去不行，这样时间太紧。哎呀，无碍无碍，一个结果而已，你何必非要知道？因为我要提前参加殿试啊。难道？对，如你所想。不过你这什么表情？不信任我？再说我写的文章你不是看了吗？你给多少分？你的文章格式完全不合规矩，我不能因为你的内容便给你满分啊，所以扣了点儿。墨守成规，迂腐死板。这不赖我，最后的成绩虽然是我给，但终归要参考其他人的意见。再说，不过扣了1点而已。你的文章成绩还在前面，但是其他部分不是我负责，所以我不清楚。那就行，那我觉得应该可以拿个第1。这么自信？所以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一是我们立马出发，在那里待2天，随后我们再飞速赶回来；2是等待结果公布，我成功过了殿试，我们再出发。不行，若是你过了殿试，一定会有特别多事情缠身，必须提前去，我可以通知他们延后公布结果。行，那我现在去简单收拾行李，5时在京城南门口见。这个消息也算突然被通知，我也只能跟几人道别，把事情简单的安排了一下，便匆忙去了南门。我们是悄悄行事，所以选了南门最不起眼的小门，一人一匹千里马。由于赶时间，一路上飞奔，几乎没有休息。不过3天时间便到了地点，这个地方有些荒凉，几乎是没有人居住，整个镇子也没有几个人。我们走在路上，在一家旅店停了下来。旅店老板看见我们，眼神都有些紧张，甚至声音都有些颤抖。客官，您是要打尖儿啊，还是住店？住店，暂且3个晚上，顶尖的客房。老板畏畏缩缩道了一句好，亲自领着我们去了楼上客房。我和誉王怎么都觉得这家店哪里有问题。老板，您的店这么大，为何都没有人来住？您家店小二呢？老板腿一软，差点摔了，在前方弯着身子，也不转头，随意打着哈哈。店小二请了病假，所以这几日都不会来。哦，我们一路走来也没有看见镇子里有几个人啊，而且只看见几个老年人。不知道。我们有些无语。店老板将我们送进房间，二话不说便直接跑了，留下我2人面面相觑。我无语道：浅之，这里问题也太大了，太明显了吧？这里的知府呢？誉王更是无奈，脸色沉重异常。为何这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京城一点都没有收到消息？千雪，除了这些问题，你还有没有发现其他问题？
我总觉得今晚会有事情发生。准备好，总觉得会有一场恶战。但是我觉得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这些。你一会儿吃什么？看这家店也不像有食物的样子。一路走来，我也没看见有卖食物的地方。你就只关心吃的？民以食为天嘛，我关心的是我们的天啊。这里连食物都没有，明显是一座死城。若我猜的没错，这里的百姓都被抓起来了。这里的知府，或者说周边几个镇子的知府，可能都有问题。或者，若是派了官员来这里查案，想必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惨死。我说，你带我来的这什么破地方啊，性命堪忧啊！一根绳子上的蚂蚱。不过说真的，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吗？你觉得呢？所以千雪，今晚不对，这几天辛苦你了。我看向东南方向，意味深长道：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真是倒霉催的。不过距离这里10几里的那个镇子，貌似有宇哥的杀手据点，所以这边肯定没有问题。其他方位的话，西边是一座山，东边和北边是通往其他镇子，南边过去是哪里？誉王从行李里拿出一张地图铺开，来，过来看。靠，不早说！越过西边的山是另外一个镇子，南边过去越过一个镇子是一片丛林。我二人研究了许久，将要探测的地方还是先放在这座山上。不过据我目测，这座山距离镇子很近，若想通过开山采矿，只能炸山，应该会有很大的声响，而我们一点也没有听见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座山问题不大。走在路上，天还有些冷，空荡荡的街上只有我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揉着比街上还要空荡的肚子，一脸无奈。我们互看一眼，无奈苦笑。最后走了1个时辰左右，还是在一条小河边费了9牛2虎之力，捉了2条小鱼，烤了起来。誉王啃着手中的鱼说道：哎呀，这样下去，我们不被他们抓走，也会被饿死的。若是今晚有人抓我们，干脆就被抓吧，说不定还有饭吃，顺便刺探一下军情。我吐出嘴中的刺，赞赏道：千枝，你手艺不错啊。在外游玩时学的一些手艺，难得你能不嫌弃。嫌弃？怎么会啊，有吃的就不错了。再说有谁能有我这么好的运气，吃王爷亲手做的烤鱼？也不是我自夸，看你我二人这模样，还有周身气度，哪里像个普通人啊？放我们走肯定是不可能，很有可能被抓就直接被就地解决了。我拒绝。好吧，那你说怎么办？等着啊，不然还能怎么办？誉王了一声，对于我的话，他竟无从反驳，好有道理的样子。我微微一笑，回客栈睡觉吧，别纠结了，这几天都没能好好休息。我说完，便朝着客栈的方向走去。腰酸背痛啊，晚上要真的打起来，不对，要装文弱书生啊。还好我用的软件，不怕被收走。突然我步子一顿，对了，你的剑若是很宝贵的话，还是换个地方藏好了，万一被那波人没收了就不好了。没收？若是藏起来剑，晚上那场恶战怎么办？你不是说准备被抓起来吗？你不是拒绝了？我只是拒绝被就地正法。誉王干脆闭了嘴，不再说话。他怕再说下去，他会被气死。回到客栈，我直接躺在床上睡了过去。至于誉王，最终还是将剑收在路边经过的一个无人的房子里。这把剑是当年皇祖母送他的礼物，绝不能丢了。随后也躺在屋子里睡了。几乎是到了半夜，听见屋外一阵骚动，我们才醒了过来。
我们同时站在门口，听着外面的动静。门外一阵喧闹，是一个女子骂骂咧咧、拳打脚踢的声音，还有掌柜的求饶声。大人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掌柜的捂着肚子，将仅剩的银两递给他，讨好道：大人，这是孝敬您的。哼哼，还行，挺懂事的。今天就放过你了。今天客栈有来人吗？回大人，有2个人，但是这2人身份定然不俗，绝不是普通人呐。不是普通人？哼，来了这里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来到我这里，就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。去给我去上面，把那2个人带下来。他的声音刚落，就听见楼上推门的声音。我睡意朦胧的站在楼梯口，一副被吵醒的模样，很不爽的说道：大半夜不睡觉干嘛呢？我本就长得极美，此刻更添一丝魅惑，衣服随意耷拉在身上，眯着眼的模样要多可爱就有多可爱，即便是个女子也让他们心动不已，一个个都看呆了。领头的女子爬上楼去，看着我险些流下口水，说着便要摸向我的脸。我貌似不经意躲开，打了个哈欠，揉了揉眼，看向他问道：你谁啊？女子咳了一声，正了身。哼，美人儿，我叫弘毅，可是这个镇子最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跟了我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我一副看傻子的模样看着他，你眼睛有问题啊？我是女的。我当然知道美人你是女的，但是这都不重要啊。美人儿，你可要想好了，你若是不从了我，可是会遭很多罪的。是吗？我温柔笑了笑，直接一脚踹开隔壁的房门，看着正在努力憋笑的某人，直接将他拉了出来，对着被吓了一跳的弘毅道：他喜欢女子。弘毅一喜，没想到这屋子里还有一个美人儿，虽然2个都是女子，但总比没有强啊，而且还有一个喜欢女子的，这样真是太好了。誉王看着弘毅猥琐的目光，一阵恶心，想要后退一步，被我死死拉住，就听见我在他耳边道：叫你偷笑，出来陪我一起玩啊。誉王呵呵笑了2声，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或者说是他已经确定我在打什么主意了。他该不会是让我去色诱这个丑女人吧？他好歹也是一国王爷，去色诱也就罢了，还是一个女人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打死他也不会去的。弘毅看着誉王想要离开，忙跑到他身边，想要抓起他的手摸上一摸，被他迅速躲开，脸色拉长。你们2个都是本大人看上的人，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也得愿意。你们2个最好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否则……弘毅抽出怀里的长鞭，笑得猥琐。哼，我的鞭子可不认人哦。我假意害怕，退了2步，顺带着将誉王推了过去，在离弘毅几厘米的时候止住了身，往后一跳，让自己能离他多远就有多远。完事儿死命瞪着我，眼神都快将我生吞活剥了，咬牙切齿道：大人，您还是先带走他吧，您不觉得他更有一番韵味吗？可你喜欢女人。誉王看我一脸无辜，忍不住吼了起来，
我哪里喜欢女人？你自己说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够了，把这2人带回我家。是，大人。不用抓我，我直接跟你回家便是。我一觉睡到大天亮，从屋里出来，随意在附近瞎转了转，在不远处看见一个男子，身后跟着2个小侍，朝着我这边走来。男子容貌姣好，穿着一身杏色长衣，快步走着。随着距离的缩减，我明显看见男子满脸的怒气，从老远处便狠狠地瞪着我，我不由笑了起来。这样看来还挺有意思。若猜的没错，这个弘毅应该是个怕夫君的主，有色心没色胆啊！我嘴角挂着邪魅的笑，笑意盈盈的看着马上走到面前的男子。男子被这么盯着，脸色有些发烫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人啊？他这语气在我听来怎么都多了几分娇羞。我耸了下肩，收起邪魅的神情，浅浅笑着抱拳道：琳琅见过夫人。倒是有些礼貌。不是说妻主带了男子回来，明明是个女子啊。2个小侍低下头不敢说话，他们也没想到弘毅带回来的竟是个女子，还是个如此貌美的女子，看着周身气度，定也不是普通人。男子似乎觉得自己行为有些不妥，毕竟我是客人，他这样确实不太礼貌，咳了一声道：你既然是妻主带回来的客人，福儿，你便跟这位林小姐身边照顾吧。我姓穆，名琳琅。谁叫你不说清楚？本夫人还有事，不多待了。说罢，便示意身旁另外1个小侍跟着，快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。我好笑地摇了摇头，随意问道：福儿是吗？你家夫人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家夫人已经嫁人了，登徒子，你休想染指我家夫人。弘毅在哪儿？这个时辰，大人应该还在睡觉吧？那你家大人什么时候会醒？大概5时吧。真是猪一样的生活啊！我叹了口气。啊，我饿了，帮我准备些吃的吧。行，那你别乱跑。我嗯了一声，回了房内。昨晚那几个人明显还在监视，方才那2个小侍连同那个男子明显都会武功，这个叫做福儿的武功绝对不低。我不禁疑惑起来，这帮人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个个都有武功，看起来今晚需要试探一下这帮人。恰好被去而复返的男子看到，一下子看呆了。他只知男子一笑倾城，却从不知女子笑的也可以如此夺人心魄，仿佛一颗心都被摄去。忽地想起他的坠子掉了，停下步子，皱了皱眉，又折了回去。我瞧着他慌乱的步子，无意瞥到草丛旁的一个坠子，捡了起来，朝他相反的方向走去。站住！不知夫人喊琳琅有何事？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坠子？坠子？夫人可是丢了坠子？不知是何模样，说出来，在家也可帮夫人寻找一二啊。没看见算了，让开。那坠子对你很重要？爹爹的遗物。我从怀里拿出坠子，悬在他面前。许云清心头一喜，想要抢回坠子，我比他快了一步，率先收回。许云清怒视着我，愤怒道：还给我！还给夫人也可以，不过要夫人帮我个忙啊。不可能！你本就拿到我的坠子，住在我家，还想逼迫我做事，做梦！我哦了一声，眼神看向不远处，叹了口气，徐徐说道：你说我要是不小心将这坠子弄坏了……你敢？你若是敢这样，我保证你见不到今天下午的太阳。别这么凶嘛，你这样子
会被妻主嫌弃的。我将坠子收回怀里，笑眯眯道：“不过是想拜托夫人一件事，若夫人帮了忙，这坠子自然完璧归赵。”说。夫人带我逛逛这侯府吧，第一次来，还不清楚这府里的构造呢。你想做什么？夫人，这您该问问您的妻主吧，他把我带到这里想干什么啊？或者洪大人想要在下娶夫人而代之呢？他敢？再说，你可是女子，哪有女子娶女子的道理？为何不可？实话实说啊，夫人，您一看便没有男儿家该有的温婉，整天要打要杀的，说话大大咧咧，除了样貌，哪里符合一个正常的男子啊？而我呢，虽是女子，可这些方面丝毫不输你啊。有的时候啊，女人的心啊，就是这么勾搭过来的。你还是不是个女子？简直丢女子的脸！怎么了？允许你们男人以色示人，就不允许我们女人这么做？大家各凭本事生存吃饭，有本事你把住你家大人的心啊！即便如此，即便那弘毅再看不上我，这个家的男主人也只能是我。没有我徐云清，他弘毅什么都得不到。所以劝你莫要痴心妄想。许云清，我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诧异道：“难道你是许家的人？”许云清冷哼一声，默认。我脑袋一下子大了，这江湖怎么跟朝廷勾搭上了？许家堡在江湖的地位坚不可摧，如同刘木山庄在所有商行的地位一般。若是许家堡跟这件事扯上关系，怕是事情不太好办。难怪这里有这么多的江湖高手。你看上去不过一个文弱书生，竟也知道徐家宝。既然知道徐家宝，便应该知道和徐家宝作对没有什么好下场。所以我劝你，无论存了什么心思，最好都提前打消吧，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思绪流转，心想许云清倒也干脆，二话不说便直接泄露身份。若非是脑子秀逗，便是这里布置了天罗地网，这样下去怕是不好出去。至于誉王那边，说实话还是有些担心，不是担心他出事，而是担心他出不去。我二人的时间不过是只有几天，每分每秒都尤其珍贵。我真不知道誉王脑袋里是怎么想的，这件事我们两个几天怕是查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成功逃离之后，怕也是会被记在黑名单上，下次怕是难再进去。我神色一凛，那家伙一定有事情瞒着我。我勾唇笑道：“夫人当真是直接啊！在下自认为比不上夫人花容月貌，家世显赫，所以在下改变主意了。”说着，我便凑近许云清，在他耳边轻说道：“在下想要了夫人。”放肆！我岂是你可以消想的？是吗？我语气拐了几个弯儿，看着他通红的一张脸，最后目光落在他的心脏处，似笑非笑道：“方才靠近夫人的时候，我貌似听见了砰砰砰的声音啊。夫人，我们还是进行之前的交易吧。你带我逛着洪府，我还你坠子，就当是夫人的谢礼吧。”许云清原来心跳还算正常，听了我的话，只觉得整颗心都不听他的使唤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，小声咒骂着自己没出息，一句挑逗的话竟让他红了脸。这就罢了，他竟说不出话来。我看他低着头不知在思索什么，便笑了起来，故意激道：“夫人莫不是怕了我？”“谁怕你了？跟我走。”我看着他，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人来，下意识问道：“哎，
你可认识徐锦白？许云清身子顿住，怀疑地打量着我。你如何知道锦白的？果然如此啊。不过之前在京城偶遇罢了，原来他竟也是许家堡的人。看来我和许家堡的缘分不浅啊。许云清看我神情不像作假，也没有多问。毕竟徐锦白向来喜欢偷偷跑出去，经常害得他们全员出动，有几个人认识他也不为怪。我跟在许云清身后，走着走着便笑了出来。不得不说啊，你们许家堡还真是出人才，一个喜欢男扮女装，一个果真是个奇特的地方。总比你强，一个女子要跟一个男子抢女人。我不是说了换目标了，你可别冤枉我。我警告你，不准打锦白的主意，更不准打我的主意。你和小白兔，哦不对，徐锦白是什么关系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夫人可是看上我了？不说拉倒。木林郎。木林郎，姓木，是流木山庄的。不过，若是流木山庄，不会这么光明正大出现吧？再说，这世间姓木的数都数不清。木林郎，你是哪里人？我眼底闪过一道光，看来是被怀疑了。不过这么直接问倒是干脆，又把之前糊弄弘毅的一番说辞说了一遍。许云清似信非信的点头，但也没有再问。洪府不算很大，不一会儿他便带着我转完了一圈，没好气道：喂，我的坠子。我从怀里拿出坠子扔给他道谢。那今天多谢夫人了，让我这乡野之人有机会逛这么大的院子，还有美人作陪。许云清接过坠子，坠子还带着余温，握在手里暖暖的，威胁地看着我。再出言不逊，信不信本夫人废了你？我瞧他耳根都红了个通透，不由在心里感叹这人的纯情。按道理，一个嫁了人的男子不该这么容易害羞啊。也许是我在楼里待的时间久了，不对啊，貌似子熙和刘生也很容易害羞。这个世上的男子真的是个神奇的生物。总之，之前总说撩妹，现在撩男人感觉还挺好玩的。撩一个有妇之夫，总觉得我是个渣女啊。我想着，收了轻浮的模样，礼貌道：夫人请。许云清见我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只得给出一个结论，道貌岸然，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握紧坠子离开了。我回了房中，福儿已经将饭菜端了进来，看见我从外面回来，生气道：不是说让你别乱跑的？是你家夫人带着我出去的，不信你可以问府里的下人呢。我无所谓的说着，看着一桌的饭菜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肚子终于可以感觉到温饱了，看着时间，弘毅也该醒了。按着方才许云清告诉我的位置走了过去。弘毅刚醒，准备吃午饭，看见我大大咧咧的走过来，惊了一惊，指着我惊讶问道：你怎么出来了？弘毅身旁正站着许云清，他说话的时候眼神时不时落在许云清身上，明显忌惮着他。看着许云清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他明白了什么，咳了一声：夫人，你已经认识琳琅了，他……我都已经知道了，区主快去用膳吧。怎么这次这么好搞定？穆千雪到底跟许云清说了什么？不过看来带个女子回家比男子要好多了。誉王可不知我这边的事，从天不亮被喊起来干活，便一直没有停过。这么高强度的活，他一时间还可以撑住，长期下去，怕是整个人都会废了。而这个叫王妞妞的女子，
看上去瘦瘦小小，干起活来却一点都没有差，甚至于誉王都觉得他是一个大力士，天生神力。誉王看着他推着一大堆石头，丝毫没有费多少力气，不由偷偷推了推他，悄悄问道：妞妞，你看上去力气好大，你不累吗？都半天了。妞妞忙放下手中的活，捂着誉王的嘴说道：千万别被别人听见了。从很小的时候，力气变很大。我爹爹告诉妞妞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，让我也不要告诉别人。妞妞，你在这里多久了？都在这里干什么？就是每天运石头吗？大部分时候是这样，不过有时候其中一些人会被拉走，而他们被拉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算着时间，这几日还是又该拉人了。啊？那什么样的人会被拉走？放心，你这么瘦弱，肯定不会被拉走的。那怎么才会被拉走啊？难不成你想被拉走？没发烧啊？哎，我这不是担心被拉走，了解情况，确定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有事儿。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听说他们会挑的女子都是膀大腰圆的，力气大的，所以啊，一定要显得自己没有力气，而且啊，也不能显得自己太没有力气，否则活干不好会被打的。行了，不说了，一会儿被发现就完了，快干活吧。誉王边推车边思考着两全之策。来的时候，他一眼便可以看出他身上的贵气优雅，身上的皮肤也好得惊人，一看便是大户人家的孩子，一定没有受过这些苦。那他会不会是来拯救他们的？王妞妞此时眼底泛起一些希望。简直，你不会是……话说了一半，王妞妞忙捂住自己的嘴，探索地看向誉王。誉王无奈地笑了笑：睡吧。誉王虽然没有给他答案，但是在王妞妞的心里，不知怎么就认定了这件事。那这样，他去了地狱，是不是还可以回来？回来拯救他们这些生活在苦海中的人。王妞妞闭上眼睛，嘴角上挂着满足的笑容。她相信她的第一个朋友不会有事的。如她所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会轻易出事呢？天还未亮，王妞妞便听见周遭嘈杂的声音，瞬间清醒，坐了起来。恰好对上誉王言笑晏晏的眸子，模糊了双眼。誉王已经梳洗好，朝他微笑后起身，跟着来的几个人离开了。王妞妞就这样看着他的背影，不断地安慰自己，他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的。在洪府里待了3天，我愣是没有找到一个晚上能出去的，白白浪费了3天的时间。不过好在我在弘毅那里找到了地图，好歹知道那条路要怎么去。还有一个好消息便是，今天府里回来客人，这弘毅和许云清这几日忙得焦头烂额，在准备。看样子是很重要的人要来，这意味着一定会放松对这里的监视。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路线，倒还是不错。我躺在椅子上嗑着瓜子，准备等着晚上的到来。不曾想，倒是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我歪着脑袋看着许云清，多谢夫人惦记啊，百忙之中还不忘来看我。之前你不是说认识锦白，他也会来，瞧你挺会逗人开心的，他心情不是很好。等等，你说谁来？许锦白？不去，打死都不去。这哪能见啊？若是见了，身份还用说，全都曝光了呀。你也别在他面前提起我，
不然他会不高兴的。你对锦白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他见到你会更不开心？没什么呀，怎么会？我这么正直的一个女人，怎么会乱来啊？既然如此，之前没有做过伤害锦白的事情，之后也一定不要有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这话你都说了好几次了，我发誓一定不会对你还有小白兔啊，不是徐锦白，我保证我不会靠近他的。你知不知道锦白有喜欢的人？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们又不熟。当真不清楚？不清楚。罢了，既然你不想出现，就好好待在房里，莫要出来。他们的房间我会安排在离你较远的地方。我还有事要忙，先离开了。夫人请。许云清从我这里离开，就忙到门口，准备迎接徐锦白和徐锦离。府里近一半的男子都觉得徐锦离是他们心中的女神，其实她也是如此。对于他而言，徐锦离不仅是他表姐，他对她更多的感情是钦佩还有尊敬。许云清站在门口，期待的紧，一直到马车到来，悬着的心才放下，忙迎了上去。马车车帘掀开，露出一个俊秀的小脸，是徐锦白，看上去脸色好了不少。他从马车上轻巧地跳下，跑向许云清。云清哥，好久不见。就知道锦白见了云清你会高兴。表姐，好久不见。云清不必这么拘束，旁边这位想必就是表弟媳吧？弘毅挠着脑袋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表姐好，表姐表弟里面请。徐锦离礼貌地笑了笑，走进府内。弘毅这个人在他眼中还算可以，除了相貌秉性，才华倒也还算过得去，最起码交代的事情都能完成。不说出色，好歹定时定量还可以保障。许云清是他表弟，从小也算是一起长大，他也将他当成亲弟弟看待，希望他也能过得好一些。弘毅早就备好了膳食，备下的都是徐锦白和徐锦离喜欢吃的食物。四人坐在桌上，基本都无人开口。徐锦离本就不是个爱说话的主，弘毅碍于徐锦离也是不敢开口。至于徐锦白，心情不怎么好，话也就不多。许云清看着桌上如此安静，一时竟也不知该说什么。一顿饭吃的尴尬的紧。一顿饭结束，许云清拉着徐锦白离开，而弘毅则留下来跟徐锦离汇报近些日子的情况。许云清那边，洪府并不大，许云清拉着徐锦白特意避开了我所在的院子，拉着他在院子里的池塘坐下。锦白，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你让云清哥看看你这个样子，于心何忍啊？云清哥，不过是心里丢了一个人罢了。唉，这么久了，忘不掉吗？忘不掉啊，他就那么根深蒂固，怎么都拔不掉。每当我想要抹去他在我心里的位置的时候，整个心都痛得麻木。明知道他已经娶妇，可就是喜欢他，喜欢的要命。云清哥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锦白，都是哥哥的错，哥哥不该提及他的，你快别哭了。抱歉啊，云清哥，让你担心了。没事，哭完了，好些没有？别告诉姐姐，她会担心的。你这孩子，瞧你这模样，我倒是好奇你看上那人是谁，能把我家锦白迷成这个样子。他是个无赖，可心地又非常好。
他也很好色，周边围绕的全都是倾国倾城的男子。不过他竟然会下厨，而且厨艺好的惊人。他的武功竟比姐姐还要强上几分，而且身为一个女子，她一点女子的自觉都没有，容貌更是美得不可方物。在他眼中，男子也可以成为顶天立地的人物。明明他对我也不好，整天欺负我，可心里就是不知不觉有了他的影子，再也回不去。听着他的描述，许云清心里有几分震撼。他竟觉得男子可以顶天立地。徐锦白点头，他也不知为何会有这么大逆不道的想法，朝着许云清笑了笑。还有啊，他竟然一眼就看出了我是男扮女装。对于最后这一点，其实许云清也是想吐槽的。其实徐锦白的女装确实不怎么样，连他也能看得出来。不过碍于徐锦白着实喜欢，也没有说什么，任由他了。不过他不明白的是，过了1年了，徐锦白的化妆技术早就炉火纯青，他若是装扮，怕是熟悉的人都不一定能认得出来。至于我能一眼认出，实在是因为我来自现代社会。当真就那么喜欢吗？可我不是有婚约吗？本来能嫁给他的机会就少之又少，我们之间还隔着一道长长的鸿沟。我该死心的，她那么优秀的女子，我怕是只能望尘莫及了。你有婚约？我为何从未听过？在我出生前便被定了下来，不过我那成亲对象是谁，我还未曾得知。姐姐他们还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，所以云清哥，你要替我保密啊。就这样，挺好的。许云清叹了口气，从未出生就被定下的婚事，还有他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事，可又有什么办法？这是他们逃不过的命运啊。二人是1年没见，徐锦白跟他吐槽了自己的心事，心情好了很多。也是这么久没见，找到了一个话题，便打开了话匣子，坐在一起生生聊了1、2个时辰，才停了下来。许云清将他带到房里，嘱咐他要好好休息，这才离开了。徐锦白和徐锦离赶了半个月的路才到这里，却是舟车劳顿，再加上今天说了这么久的话，头沾上枕头便睡了过去。许云清从他房中出来，有些心不在焉，在府里走着，走着走着，最后竟转到了我的院子，抬起头往里看了看，踌躇了2秒，便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。夫人。何事？夫人缘何来了我这院子，又直接离开呢？这是我自己的家，你管得着？今天你有没有见到徐锦白啊？他过得怎么样？关你何事？不是说过锦白的事情，你不要再插手。随口一问，不说算了。站住！你喊我，只是为了问锦白的情况。不然呢？你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以后啊，不会再关心徐锦白的事情了。这下你可以不生气了吧？再说，今天我关心他是有原因的。你把所有人都调走了，我都没跟人聊天，都快无聊死了。所以啊，想找点八卦。我瞧了他2秒，见他没有反应，觉得我也算解释清楚，所以这事情也算是过去了，随即便要离开。站住！还有何事？你到底知不知道锦白喜欢的人是谁？哎呀，不知道不知道，不是都说过不知道吗？你怎么就不信呢？刚刚锦白告诉我，那个对他重要的人喊了小白兔，他还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这个绰号，你还说你不清楚？
是吗？既然夫人不信，我也没有办法啊。我只能告诉夫人的是，我认识徐锦白，也知道小白兔这个称号。夫人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？若是没有的话，我先离开了。我说完，便甩开衣袖，头也不回的大步朝里面走去。不得不说，关于小白兔这个绰号，他一会儿问清楚不就行了？许云清在路上走着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安，脑海中突然有了个可怕的想法：徐锦白喜欢的便是我。想着他所讲出的喜欢那人的性格、爱好，感觉一半都能重合起来，而我却也是没有一点身为女子的觉悟，竟想和他抢女人。许云清有些慌了。若是他当真是徐锦白喜欢的女子，那他应该是成过亲的。而且徐锦白告诉了我穆千雪的名字以及身份，我也问了，说是流木山中的二庄主。那么一个身份尊贵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来到我这么一个小村庄，干让人这么不耻的事情？这2天我都未曾看见他，今晚倒是意外，我没忍住便多待了会儿。徐锦白连着失眠了2个夜晚，着实在屋内待不下去，3更半夜也只能出来游荡2圈。徐锦白坐在小池塘边，冷风吹着，吹得他有些冷，整个人反倒是更加清醒了。他从怀里拿出那本阵法书，即便月色明亮，但看起来也实在费劲。徐锦白看了2眼，不由笑了起来。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中了什么魔障，连睡觉都会将这本书放在怀里，整日便不能清闲。一空下来，脑海里便会出现那个痞里痞气的笑容，嘴里还会喊着小白兔。这样想着，他嘴角挂着幸福的笑，挺好的呀，好歹还有这么幸福的回忆。徐锦白看向京城的方向，喃喃道：臭流氓，你现在该睡了吧？怀里一定抱着一位美人吧？是子熙还是木流生呢？就这么想着，笑意维持不下去了，他低下头看着池中的月牙。缺了这么一大块了，就跟我的心一样。可你好歹会圆啊，我的心什么时候可以圆满？我离他有些远，听不清他的话，但看着他离池塘越来越近，惊了一惊。这孩子该不会是想不开要跳河自杀吧？我忙从树上跃下，飞速跑到他面前，将他一把拉了回来。徐锦白只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力拉了过去，随后便落入一个有些熟悉的怀抱中。徐锦白撞到我胸前的柔软，瞬间便知道面前的是个女子，忙向后退了一步，想要开口喊人。我先他一步，点了他的穴道。我戴着面纱，又穿着一身紧身黑衣，徐锦白也没有认出。更重要的是，即便有一丁点的怀疑，这个念头也瞬间消失。我远在京城，又怎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所以脑海里直接将我定义成小偷或者采花贼。我变了变声，低声道：小伙子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干嘛要寻死啊？昨日之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人嘛，要往前看，哪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？时间啊，会冲淡一切的。你要是实在想不通，就想想你的家人。你要是死了，他们怎么办呢？你说对不对？一开始，徐锦白是听得一脸懵，不过到了后面，他是听明白了，不由觉得好笑。无论这人是什么人，心倒是好的。看他在池塘边，怕是以为他要寻死，也是他这3更半夜一个人在池塘边，怕是来个人都会这样想。徐锦白朝我使劲眨眼，想要表达一下我误会了，好在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，开口道：
帮你解了穴道，你不能喊人，我还没偷东西呢。我没有寻死，不过是东西掉了，去捡而已。你快走吧，这里守卫很森严，很危险，以后别来这里了。你倒是个奇怪的人，看见小偷竟担心他会不会被抓。你这小偷也奇怪，偷东西竟担心主人家会不会寻死。记着，要好好活着，一定别想不开。徐锦白点头，朝我保证后，我才安心离开。徐锦白在我离开后回了房内，天快亮了，他不想让许云清和徐锦离知道晚上的事情，拿出怀里的书摩挲了2遍，想起方才的事情，不由笑了起来。他觉得我倒是个有意思的小贼，武功看上去很厉害，让他有些羡慕。想到方才那个怀抱，徐锦白的脸莫名有些发烫，他竟然撞到了我的胸，真是羞涩。那个怀抱让他的心跳加速了几分。徐锦白撑着脸，难道他真的可以移情别恋？心跳的感觉不会作假，所以他那个所谓的未婚妻会不会也一样让他心动呢？最后让他喜欢上呢？徐锦白这样想着，心里好受了些，也是2个晚上没有好好休息，打了个哈欠，躺上了床。洪府内，徐锦白正和许云清分享着昨晚的趣事，讲着他昨晚的遭遇，当然将故事稍微改编了一番。他原以为可以让他跟着自己一起开心，不曾想许云清只得出2个结论。第一，洪府的守卫竟如此糟糕，竟能让一个毛贼轻易进出，这充分说明了洪府守卫的武功水平需要大幅度提升。第二，许云清院外的守卫还不够森严，人数还不够多，竟能让毛贼接近他。还好他没有什么意外，若是真的出了什么事，他可怎么跟表姐还有表舅交代？锦白，以后夜里绝对不能自己外出，多危险！幸好昨天夜里的不是采花贼之类的，否则你让我们可怎么办？徐锦白也只能无奈点头。其实他已经不是那个需要他们跟在身后保护的小公子了，他已经在外面闯荡过一圈，而且也学了很多东西。现在他还掌握了很多机关术，足够保护自己了。离开徐锦白，许云清在脑海里盘算，刚好穆千雪那边已经确定的不会犯出什么大风浪，而且暗处的人这好几天了也未曾查到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干脆从他那里调走一半守卫，保护许锦白得了。这么想着，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，便直接下令执行。这对于我而言，简直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消息。少了一半人的监视，那意味着我有更多的时间出去。我心里极其担忧欲望，时刻期待着夜幕降临。事情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顺利，徐锦离竟然发现了我这个别院还住着其他人，质问弘毅到底是何人，他怎么能允许弘毅对不起他的表弟？弘毅战战兢兢地站着，擦着脸上的汗，解释道：冤枉啊，哪里住的是个女子，我怎么会做对不起云清的事情？那女子是何人，从何而来，是否可靠？你们有没有查清她的底细？可派人查证过？弘毅冷汗冒得更多，这些日子他忙成这样，哪有空查？许云清也是默默的没有说话，他以为弘毅会调查，所以便也没有查过。徐锦离看着2人的表情，愤怒地拍着桌子：带我去看看。您请。锦白，你别去了。云清哥，怎么了？你的表情怎么这么奇怪？许云清脑子飞速运转着，想着什么理由能把他留下。突然一个主意冒了上来，他扶着额头道：今天吹了些风，头有些疼，怕是有些着凉了。是吗？方才见你不是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难受了呢？我不是很清楚，突然这头
便疼了起来。锦白，你留下照顾他，吩咐下人去请个大夫回来。弘毅，你带我去找那个女子。弘毅嗯了一声，忙在前面引路，期间还偷偷别过眼，纳闷地看了许云清一眼，不明白他到底在搞哪出。徐锦白扶着他坐好，许云清突然开口：“锦白，你是不是有个外号叫做小白兔？”徐锦白身子一僵，诧异扭过头问道：“云清哥，你怎么会知道？”我就瞎问问，就是瞎猜的。云清哥，你说实话。许云清似乎想要拍烂自己的嘴，他怎么就问出这么一个问题呢？这下要怎么自圆其说？徐锦白瞬间明白了什么。昨天夜里来的那人真的是他，所以那个院子里的人是他。徐锦白的一颗心疯狂跳动着，控制不住的想要往那个院子跑去。许云清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，支支吾吾的道：“锦白，对不起，其实我有件事瞒了你许久。那个院子里住的人叫木林郎，他说不让我告诉你，也不让你看见他，怕你想起不开心的事情，所以我才瞒着你的。”木林郎。锦白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姐姐是见过穆千雪的，不过当时他戴着面具，也不知道姐姐能不能认出他来。既然他隐瞒了身份，也变了性别，想必是不想让人知道是他。那我便帮他瞒着。锦白，你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没事儿，云清哥，我还有些事儿，一会儿再来陪你。大夫马上就来了，你先在这里坐会儿。说罢，也不顾许云清的阻拦，飞速跑了出来。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想要见到我的心情，走到半路，他忽然停下来。我现在不能过去，绝对不能过去。若是我的心情出卖了我，让姐姐看出端倪，岂不是对穆千雪不利？原谅我在这个时候只能顾及穆千雪。我相信穆千雪不会做出什么大逆不道或者损害我们山庄利益的事情，毕竟她已经是流木山庄的二庄主，还有什么是她得不到的？今夜再忍忍，今夜再偷偷去找她。想到这儿，他朝着远处的院子望了一眼，闭上眼睛，拼命挪动自己的步子，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。想必您就是那位大人吧？在下木林郎，劳烦大人亲自过来看我。林郎着实不太好意思。我们可是在哪儿见过？大人见过我，能入得了大人的眼，荣幸之至。你来此处有何事要做？科举结束，抄记录回家，不曾想遇见洪大人，一时间没走得了，索性直说了。为了不去干活，所以只能牺牲一下父母给的脸蛋喽。我也就不欺瞒大人了，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的同伴也不知道被洪大人带去哪里了，不过对此我也不会过问，我只想留着自己的小命，毕竟家里还有人等着我回去。那现在为何突然说了实话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来之前，洪大人定将我这一番说辞告诉了你，你当然不信，所以才来我这里问个究竟。我想着既然瞒不住，那就实话实说好了。所以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啊？倒是个聪明人，不过既然是个聪明人，后面那句话便不该问出来。穆姑娘就好好待在洪府吧，好吃好喝供着，岂不是也是一番美事儿？美事美事美事你大爷！有本事你整天关在一个屋子里不让你出去，你会高兴？
既然如此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。大人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小人累了，休息了。他不得不承认，一个女子竟生得让他止不住的惊艳，而且他可以确定，这女子定然不是生于普通人家。把她看住了，绝不允许出现意外。红衣忙点头，应了句是，扭过头看着我。我叹了口气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。我躺在床上，止不住的吐槽徐锦离。不过好在那人没有认出来，毕竟当时成亲的时候，我是戴着面具，而且人靠衣装嘛。我现在穿的俗不可耐，再加上完全没有带上上位者的气势，想要认出我也不容易。我朝屋外瞥了一眼，这下完了。好不容易松了的警惕，现在又恢复原状了。今夜可怎么出去啊？我躺下闭着眼，任由思绪乱飞。无论如何，今夜也得出这个门。没有一点欲望的情况，我这是吃也吃不饱，睡也睡不好。你说我这是倒了什么霉呀？被困在这种破地方不说，好好的福不享，非得来受罪。不过想着欲望的情况可能比我还要惨得多，心里便有了些安慰。我从床上起身，打开窗户看了眼天色，今晚倒是黑得很，月亮被云层遮住，没有光亮。忽地听见什么声音，眼神迅速向那方索去，一眼便瞧出来的人是谁，无奈地闭上眼，抚上额头，心里止不住的哀嚎。唉，这下真的完了。下一秒我便看见这人瞬移到窗口，我倒是没有担心，他竟然在我的窗外布下了迷阵，看来倒是个学阵法的料子。我一把将他从屋外拉进来。你果然还是来了。徐锦白扒开我的手，抬眸看着我。果然是你，我就知道我没有猜错。他的声音虽小，却有止不住的欣喜。小白兔，确认了是我，能不能帮我保密啊？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谢谢你。徐锦白嗯了一声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明明来之前憋了一肚子的话，现在竟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我二人之间静默下来，什么话也没有。小白兔，我突然开口。徐锦白忙嗯了一声，抬头等着我说下一句话。我的话卡了一半，还是没有问，觉得问你过得好不好这种话实在太弱智了。昨天看他明显过得不是很好，罪魁祸首还是我。其实我有婚约的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不必愧疚的，我喜欢你是我的事情，你不必喜欢我的。而且我有婚约的，是不可能嫁给其他女子的。我只是臭流氓，我只是想要来看看你而已。小白兔，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的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也是我自己的命运。不过你真的好没有眼光，我这么好竟然看不上。对啊，我是真的没有眼光，你这么好的男子我竟没有发现。所以小白兔啊，一定要找一个能够发现你魅力的女子，一定要让她对你好，一辈子只对你好。那是当然，我的妻主只能喜欢我，只能对我好，也只能娶我一个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这么久没见，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给我讲啊？还有，我看你那阵法学得不错啊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我跟你讲啊，时不时的陪他低声笑着。小白兔啊，一定要幸福。我已经娶了夫君，
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了，对不起。大概到了半夜，我看着时辰差不多了，也该出门了，刚好可以借着他的阵法出去。小白兔，我今夜呢要出门一趟，所以不能陪你接着聊了。徐锦白脸上的笑容僵住，应了声好，开口问道：好，那我明天还能找你吗？我默了2秒，还是说道：夜里太危险了，还是莫要再这样了。说着，我已经快速换好了夜行衣，对着他笑道：明天白天你直接过来找我好了，不过要找个好点的理由哦。说罢，我便快速闪身跳进他的阵法，很快不见了身影。说是被迷了心智也罢，说我傻也罢，此刻的我真的很开心，哪怕1秒和他在一起便好。徐锦白回到房中的时候，被徐锦离抓了个正着。半夜3更你不睡觉跑到了哪里？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让姐姐担心？不过姐姐，深夜您怎么会到我这里来？你以为我想？还不是暗卫告诉我你不在房里，我才来看一眼。结果你竟然真的不在。说实话，干什么去了？徐锦白发现自己已经逃不过，只能编起瞎话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只是睡不着，想出去走走，可又不想打扰到大家，所以是一个人偷偷摸摸出去的。哎呀，锦白，你这孩子。罢了，都这么晚了，早些休息吧。徐锦离无奈，只能离开。这么久了，他还是这个样子，他又能如何呢？待他离开后，徐锦白看着他的背影，道了句对不起，躺在床上想着明天要见我的理由。我在和暗卫约好的地方相见，这几个人倒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说是可能找到了誉王。得了暗卫消息，我稍微放下心来，将剑给誉王，并嘱咐道：去问他明晚是否可以离开回京。誉王得了消息，便直奔临阵。4人一行正坐在大堂里用早餐，誉王一眼便注意到暗卫手中的剑，瞳孔微缩，坐在他一旁问道：不知小姐手中的剑可否让在下瞧上一瞧？本就是您的剑，在下又怎么不同意？在下只是个跑腿之人，暂见那人托我问一句，今晚可否回去？多谢阁下，劳烦您再跑一趟，带一句是。阁下慢些吃，这顿在下请了，当是谢礼。如此，多谢了。誉王握着剑，心里的疙瘩终于放了下来，他的剑终于回来了，幸好上天垂爱。连判，把你掌握的炼狱的所有情况都告诉我，丝毫不要遗漏。回王爷，这炼狱一共分3个等级，第1个是试炼区，第2个是训练营，第3个才是真正高手的聚集地。我和曲儿一直都在试炼区，连训练营都未曾去过，只有通过测试的才能进入那里。我之前无意间听过一些消息，说是这里有很多的武林高手，都是江湖上数1数2的高手，据说银狐也被拉拢到这里来。银狐？誉王脸色有些不好，银狐很少在江湖上露面，但是江湖上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在许家堡那样的地方，已来去自如。据说当年银狐和一人打赌输了，赌注便是许家堡一块价值连城的和氏璧。当时那人还在江湖上散播下流言，结果不出3日，银狐竟在没有惊动许家堡的情况下偷走了这块和氏璧。当时整个武林都惊呆了，都想着这人怕不是会隐身吧。听说当时许家堡的人在那间屋子里外围了好几层守卫，但
愣是被人悄无声息地拿走。很长一段时间，许家堡的人听说银狐便气得牙痒痒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银狐的名声便在整个武林传播起来。在那以后，只要有银狐出现的地方，便会发生一件轰动的事情。不过距离上次银狐现身已经过去1-2年了。确定吗？只是听说训练营中有一位戴着面具的女子，身形武功极高。至于是不是本人，我也不清楚，毕竟我也未曾见过银狐本人。怕是这世间都没有几个知道银狐的真面目的。罢了罢了，还是晚上见了穆千雪再做考量吧。想到今夜便要离开，内心有些难过，有些话不好说，但还是要开口。小白兔啊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啊？什么事啊？我今晚要离开。他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扭过脑袋，眼睛里不觉闪出泪花。是吗？祝你一路顺风。原本以为我明天或者后天再离开，或者连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，不曾想暗卫竟这样快便找到了誉王，而且实在是时间有些紧迫，我必须离开。我心下有些不忍，叹了口气道：小白兔，今天我陪你吧，你有没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？或许以后都没有什么机会见面了，今天就好好陪他玩上一天，算是送给他最后的礼物。明知不该奢求什么，他还是忍不住地问道：那你能帮我实现吗？只要我能做到。徐锦白深吸了口气，将眼泪憋了回去，笑着说道：那我要你陪我做顿饭吧。就这样。徐锦白点头，或许这些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不过，而对他而言却是难得的幸福。我朝他笑了笑：好吧，如此，走吧。我二人来到厨房，我看着现有的食材想了想，就来几个简单的菜吧。你会做什么？红烧肉之类的会不会啊？不会。我在家只学了最简单的烹饪，就会炒个土豆之类的。没关系，那有没有学过生火？那我帮你生火，你准备要用的食材。好。我刚做完2道菜，便发现门口站了2个人。喂，外面有人找。徐锦白好奇地抬起头，惊呼道：姐姐，云清哥，你们怎么会来？锦白，你认识他？他到底是谁？我是认识他，他是我在外游玩认识的一个朋友。给我回你的房里去，都这么大了，也该避避嫌了。收收性子，不准胡闹。姐姐！徐锦离面色不动，一个男子怎么可以随便和女子厮混在一起？即便是江湖儿女不拘小节，也不能这样过分。徐锦白咬着唇，眼泪都快落下。徐锦离还没有丝毫退让，他只能回到自己房内。距离我离开不过几个时辰，他连最后几个时辰都不能再见到我，怕是我二人当真是没有缘分吧。徐锦白仰起头，将眼泪憋回去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大不了就是他跟一个不喜欢的人过上一辈子，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云清哥不也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说不定他会比现在还要幸福。我回到房中，躺在床上眯了起来。我一觉醒来便接近深夜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带，换了身夜行衣便准备离开。这次能见到徐锦白，缘分使然，说不清到底是好还是坏，但是我对于他还是充满了感激，感谢他能帮我隐瞒身份。没能和他告别，算是遗憾，也算是好事，省得又是难舍难分，一片惆怅。探查了一番外面的情况，随着时辰，趁着夜深离开了洪府。
以最快的速度跑向丽水镇外的亭子。在离亭子不远处，我猛地顿下步子，周围的气息不对，我感觉到了有些许不对劲，瞬间趴在草丛里，盯着亭子许久，确定亭子里的人是那个暗卫。跑过去瞬间，便察觉到周围的草丛有异动。暗卫走到我身边，告诉我誉王的位置，便示意我先离开，他来打掩护。我大致能猜到来了多少人，我们二人想要离开，这是个问题。我莞尔一笑，倒是没有什么太过紧张。放信号弹，其他人应该会很快赶过来。随后对着空中喊道：“出来吧！”之后便从空中跳出10几个黑衣人，从几人身后走出来的便是徐锦离。锦白不肯告诉我你是谁，不过无论是谁，这都不重要。唯一没想到的是，你的轻功好得惊人，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人来。是吗？若我猜的没错，姑娘怕不是银狐吧？我没有说话，冷眼瞧着他，等着他接下来的话。只是不知银狐什么时候和朝廷挂上了钩，成了朝廷的走狗。哼！他的话语里满是对着朝廷的不满和蔑视，没有丝毫隐瞒。我听得清楚，轻声笑了2声。这么相信我无法离开？信号弹已经放了，我的人马马上会到，还不动手？徐锦离朝着我的方向迈着步子，走到凉亭前才停下。传闻银狐轻功绝世，我倒是真正体验过，可不知这武功如何。怎么，要和我单打独斗？草里还有何人？一众出来吧，何必躲躲藏藏？徐锦离神色一凛，竟还有人。顺着我的目光瞧去，惊讶道：“锦白，你怎么会来？”让他惊讶的不仅是徐锦白会来，更重要的是他竟一点察觉也没有。锦白，你是如何做到悄无声息地藏在草里？姐姐，我摆了阵法，所以你没有发现。是你经常看的那本书？是哪位高人所赐，竟如此高深莫测？我甩了甩衣摆，坐在亭子的石岩上，得意道：“我给的，怎么样？许大小姐觉得如何？”徐锦离面色有些难看，握紧手中的剑。既如此，那我便留你不得。话音刚落，手中的剑便出鞘，一股凌厉的剑气扑面而来。徐锦白想要拉住徐锦离，奈何他动作太快，他连他的衣袖都未曾碰到。再抬眸，我二人已经交战，不禁在心里为我捏了把汗。不过他没想到的是，我竟然便是银狐。银狐可是他实打实崇拜的大侠，立志轻功要如我一般，可惜他偏生没那个方面的天赋。不过徐锦白在心里偷偷笑了2声。这样子算不算又多了解了他一点？不过臭流氓能不能打得过姐姐呢？徐锦白紧紧攥着拳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，其他人也都不敢有所动作。高手对战，他们哪敢出手？一不小心便是将一条小命交代了。不得不承认，徐锦离是个强大的对手。果然，武林第一高手并非浪得虚名。徐锦离年纪轻轻便可以成为许家堡的当家人，果真不同凡响。我二人明显旗鼓相当，徐锦白也看得痴迷，将目光全部聚焦在我身上。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有人能和他姐姐对战了这么多回合，竟还占据着些许优势。不过又觉得我当真是个变态，什么都会，还样样都是这么优秀，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。我无心恋战，天生徐锦离是棋逢对手，步步紧逼，我也只能专心迎战，趁着一个闪身跳出1米远。趁着这个空档，
便抛出一个暂停的手势，扔出一句话：“我没空和你纠缠，你这么打下去，我们不过两败俱伤，你何必啊？而且我的人马上便到了，放我走，也省得人员伤亡。”眸光中除了杀意，还带着欣赏和敬佩。他和我虽武功不相上下，但轻功却差了许多。以我的轻功，起初便可以直接离开，之所以留下，应该是为了一个手下，单凭这一点，他徐锦离心上。只是可惜了。我不能放你离开，你知道的太多。你为何不让你的人一起上？这样不是快了很多？你明显不想杀我，又何必拖延时间？待我的人来了，你的胜算会更低。你是锦白很重要的朋友，你若死了，他会难过。你若是肯答应不为朝廷效命，我便放你走。许大小姐宠弟的程度，果真是让我佩服。不过，我银狐从不会效命他人。当真？自然当真。银狐向来都不受任何约束，江湖上知道银狐真面目的几乎没有，即便是在流木山庄，除了流生和媚晴，再无他人知晓。今日倒让这一众人知道，倒也没什么。不过洪府那些人还是需要徐锦离的帮忙。我答应银狐绝不效力朝廷，若是可以，还希望许大小姐帮我瞒着身份，若是弘毅和洪夫人问起，便说我死了便可。既然你已答应，我便信守承诺。你们走吧。我抱拳道了声谢，示意暗卫先行离开，转身看了徐锦白一眼，便不见了身影。徐锦白欲张口，还是没有喊出声，默然转了身，往洪府的方向走去。徐锦白在外的事情，他虽然派人保护，但是很多情况依然不清楚。除了知道他认识流木山庄的二庄主，他并不清楚他还有没有其他深交的女子。他也问过几次，可这孩子脾气倔得很，死活不肯说，他也没有办法。瞧着他这副伤神的模样，徐锦离亦是无可奈何。不过他这外出一趟倒是厉害，流木山庄的人和银狐都扯上关系了。不过他宁愿他没有遇到他们，不然也不会有今日这般黯然神伤。出师秦国便再难脱身。我脱了身，直奔誉王所在的客栈。我们看见对方相安无事，都松了口气。有什么事儿明天一早说吧，现在去休息吧。我点了点头，一觉便睡到天亮。醒来时，誉王他们已经备好马车回京，快速用了早饭，我们三人便踏上了回京的路程。简单的讲，便是这帮人要培养高手，还在打造兵器，怕是要出事儿。大概猜到一些，这帮人来自许家堡，还有一些江湖人士。许家堡？怎么还和许家堡扯上了关系？哦，对了，我听说银狐被他们收买了。不可能。你怎么这么肯定？你认识？对啊，认识啊。总之你可以放心，银狐绝对不会帮他们的。那如此我便放心了。浅之，有件事需要你帮忙哦。说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那个考试我不是考了吗？但是很不幸的是，他们都知道木林郎长什么样子了，一不小心把这茬忘了，所以木林郎绝对不能高中。什么？誉王惊叫出声，眼睛里差点喷出火来。你再说一遍试试。这个是个意外，反正木林郎这个身份废了。你不是誉王吗？这事儿交给你了。我说穆千雪，你当誉王可以为所欲为，就是母皇也不能这么干啊！你真当帮你换个身份这么容易？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嘛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事出突然。别跟我说话，怕一不小心掐死你。到了京城，已经是第4天的晚上，
誉王和连盼儿回了王府，我在一览芳华的门口站了片刻，便直接去了媚晴的屋子，脸上是掩不住的欣喜。楼主，您回来了。我嗯了声，顺着烛火的光亮望去，走了过去，收起桌上的账本。这么暗，看什么账本？媚晴从我手里拿过账本，笑着道：还好啊，不过这账还未曾算好，楼主明日再来取账本吧。不必，今夜你好好休息，这些我处理便好。媚晴不累，楼主长途跋涉回来，定要好好休息一番，这些事还是交给我吧。我们这是抢着干活啊，这事儿啊，我明天来做，就这么定了。今天我找你来是有件事，你帮我在楼里找一个身形跟我相似的，了解楼里情况的，尽快。是，楼主。和我一起回去，还是自己回去？楼主还没有回府，和楼主一起回去。行，那你收拾一下，我在后门等你。不用了。媚晴笑得很是开心，拎起一旁的一个小包。楼主，我们直接回去便可。我瞧着他的小拎包，不由拿过来看了眼。你做的？先前看着楼主弄过一个类似的，我便仿着做了一个。啊，可有什么事是我们媚晴不会的呀？媚晴红了红脸，迎着夜色更添了几分魅惑。我一直都知道媚晴生得很美，不过一开始将她当作手下，便没有往那方面想。媚晴啊，跟在我身边10年了，已经好几次看见她，我便生出无限的感叹。看着她这么好的年华被我挥霍，心里止不住的生出罪恶感。媚晴比刘生子熙大上1、2岁，她也跟在我身边有10年了，10年了呀。媚晴点头。我和木流哥都各自有一个暗卫，我的暗卫便是媚晴。10年前，是我亲自将媚晴从暗卫营中领回来。当时因为什么呢？我嘴角勾了勾，我可是一眼便相中她了。模样生的标致，是我一开始便打算培养成一览芳华头牌的人儿。媚晴也是极其努力又有天赋的人，我所安排的课业她都完成得极好，连我都不由敬佩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都一直忽略她，却一直可耻地在利用她。媚晴，记住了，若是想离开，一定要告诉我一声，可不能偷偷离开啊，我会舍不得的。还有啊，若是有了托付终身的人，必须带到我面前，让我给你把把关。我也不知为何又生出这番感慨，看着他便不由得说了出来。这不是第一次说这些话，但每一次说，心境都不一样。楼主第一次这么温柔地看着媚晴，倒是让媚晴不好意思起来。媚晴捂着嘴笑，脸上早就飘起了一层红晕。他说的是托付终身的人，而不是喜欢的人，所以楼主他是知道我喜欢他的吧？楼主放心，媚晴什么都懂。听见他这句话，我一时间竟不知该回些什么，也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，于是叹了口气，回家吧。一路上气氛倒也没有尴尬，媚晴将我离开这几天的情况挑着重点说着，到家基本便说了个大概。刘生、子熙还有梦林得知我要回来，便都在家里候着。一听下人通报我回来了，都急忙从屋里跑出来。我一手揽一个，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，这要是再多几个可怎么办呢？刘生一眼便瞧出我的脸受了伤，忙从怀里掏出药，将我按在凳子上，便要涂抹，边涂边抱怨道：出去一趟怎么还带伤回来呀？身上还有没有受伤？说罢，子熙也要检查，我忙制止住二人，这要是让这2个看见我身上的伤，怕是今晚呢都不能安生。这可是在大堂啊，
你们可是要我裸奔？我说完，二人脸上一红，这才停了下来。我拉着两人的手说道：“都这个时辰了，快去休息吧，今晚我也累了。”二人看着我脸上的疲惫，了一声，各自回了房中。我头疼不已，这两个夫君让我可如何是好？今夜还是独自一人入睡比较好吧。美晴独自一人回了房中，在那里待着，她的心会痛。坐在梳妆镜前，拿起一旁的小包，上面绣的是一株带刺的玫瑰花。这是我小时候曾经对她说过的话，说是她跟个带刺的玫瑰一般，终有一天要彻底拔掉她的刺。殊不知她的刺在我面前早已被拔得一干二净。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活得太过凄凉，只为了一个人活着。若是没有我，人生似乎都没了意义。可叹可悲，那她活着还能为了什么呢？她从小便没有家人，自从有了记忆，便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暗卫营中生活。是我将她带了出来，第一次给了她希望，给了她阳光。她出生本就卑微，她也从未有过什么奢求。有时候我觉得楼主太过冷漠，有时候又觉得楼主太过心软。有时候我好希望楼主一直保持冷漠，这样子就不会再有其他男子闯入这个世界。美晴在玫瑰花上不停地摩挲着，眼里是止不住的凄凉和痛苦。怎么办？我好害怕，害怕楼主有一天会不再需要我，会把我远远地推离他身边。美晴攥紧了小包，眼神从未有过的坚定。绝对不可以，我一定会让楼主永远都离不开我。杨若宁知道我名落孙山的消息，直奔誉王府。他不明白，明明那么优秀的人才，为何会榜上无名？誉王无奈而已。唉，这穆千雪有多好，怎么一个个都被他洗了脑？大哥，这是朝廷之事。那又如何？朝廷之事，选拔人才，你们怎么可以如此随意？明明他的文章那么精彩，才华横溢，那天我听见你们都在夸赞他的治国之才，难道仅仅因为他是流木山中的二庄主？大哥，这是国家大事，我又怎么会儿戏？这事已成定局，不必再问了。时辰不早了，大哥请回吧。杨若宁看着他的神情，得知他是真的动了气。他说的对，他不过是个男子，怎么能妄想参与国家大事？在他们眼中，他男扮女装经商已经是大逆不道之事。杨若宁冷下脸来，冷笑一声，便要拂袖离去。大哥，我的错，你莫要生气。方才是我话重了些，妹妹在此跟你赔个不是。杨若宁哪能真的跟他生气？方才也只是他一时激动，想要为我鸣个不平，突然觉得自己这般好没道理。这些决定并非他一人所为，又怎能怪他？是大哥太激动了。大哥不气便好。大哥今日就在我府上用膳吧，许久未见大哥，甚是想念的。杨若宁点头，嘴角笑意盈盈的，随着他一起进了屋子。楼里可有什么事情？真有件事，不知楼主可还记得半年前云染曾离开过一次？带他离开的那个女子这几日来得格外频繁，每次来都是1掷千金，现在便在云染的房间。哦，1掷千金，这钱从何而来？一个家国沦丧、落魄的又自命清高的将军，从何而来一大笔一大笔的银两？莫说是自己挣的，我可不信。只要不是在契约期间带走云染，白到手的银子为何不赚？不过我心里还是有莫名的不爽。这些事你注意些，半年前的事情我不想再发生。还有，查清楚林梦晴的银两从何而来。是，
楼主，我靠在椅子上打了个哈欠。楼主若是困了，便在这里休息会儿吧，我便下去迎客了。淡淡的檀香味儿充斥着鼻息，椅子上铺着软垫，躺着尤为舒服。盖上毯子，深深嗅了一口，垫子与毯子上都带着淡淡的花香，与这檀香的味道相融，倒是出奇的好闻。神思慢慢模糊，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。我是被一阵琴声吵醒的，不能算是吵醒吧，可传进耳里，越听越不对劲。我一下就听出这是云染的琴声，不可否认，琴声极佳，可琴里融入的情感却不如琴声美妙。本是欢快轻松的曲调，琴声里却表达出几分苦涩。我蹙起眉间坐起，朝着云染的房内走去。屋中只有他一人，也就是说林梦晴已经离开。他错愕地看着突然闯进门的客人，明明林梦晴包了他1个月，媚晴也答应这1个月他不会有客人。媚晴说话算数，自是不会食言，所以这人是自己闯进来的。想到这里，云染脸色骤然冷了下来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麻烦这位客人离开。没有认出便好，我从怀里掏出1锭银子扔给他，然后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，无视他已经铁青的脸色，自顾自道：方才那曲子我不喜欢，换一首。恕我做不到。云染将银两放在桌上，清冷的小脸上挂了些许怒意，直达眼底。还请带着银子离开。不过一个勾栏男子，胆敢这般同客人讲话，你们楼主便是这样教你们规矩的？若是得罪了某位达官贵人，你可惹得起？明明没有丝毫起伏的话语，偏生让他生出一股压力。话语没有羞辱的意味，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云染竟生不出话语来反驳，明明是首欢快的曲调，却被你弹出一股凄凉感。你这莫不是在侮辱那首曲子？你内心很浮躁，来首平静的曲子吧。听琴声可以识人心，这么精准地听出我内心想法的，除过那人，也便是他了。瞧他周身的气质不若常人，从未谋面，却又觉得有些熟悉。云染没有再开口说话，坐在琴边，方才准备开始，便被我阻止。等等，我从位上坐了起来，目光落在他手指上，果真如此。我说进来的时候，闻到了一丝血腥味儿，手指被琴弦划伤，看样子血迹还没有干。我将药粉撒在他的伤口上，拿出纱布简单的包扎了一下。这么漂亮的手，若是受了伤，多可惜啊！看样子是认出我来了，看来我这伪装不太合格啊，一个两个都能认得出来。楼主，我信你会遵守契约，他现在不过是你的一个恩客而已，我自然不会对他做什么。不过瞧你并不是很开心，瘦了，性子也转了不少，不再那么平淡无波了。不知是谁搅乱了你这一池春水。我这话说的不对，明显是你的小情人，倒是个好事，多了几分人气。不过说实话，你这看女人的眼光确实不好啊。林梦晴不太靠谱，我劝你想好，我不是阻止啊，只是忠告。云染内心晃动，泛起层层涟漪，似乎有满心的苦楚，最后也化为一句：云染明白。为何不开心？肖想不该之人，妄图不能之身。既知是妄想，何必执着？晕染忽地抬起眸子，直视我，眼底情感说不出的复杂。忘不了，亦舍不得忘记。我的心颤了颤，若非知道他心里装的那人是林梦晴，险些以为他眼底的深情是为我流露。上一次情绪还未如此浓烈，便这几日
感情升华到了非你不可的境界了。我眉间往上挑了挑，倒是进展得快，如此深情，若是再拦着，倒是我的不是了。不过，怎么觉得这么不爽呢？云染不是普通人，自小在皇宫里长大，自是明白人情冷暖。以他的性子，若是喜欢一个人，或是深爱一个人，便是永久。想要离开吗？想。这么干脆，搞得我更加不爽了。好吧，那就让他赎你吧，提前赎身啊，1万两白银不二价。我说完便往外走去，门砰的一声关上，我们被隔在2个世界，无法触及。这么久了，若是再想不通自己的心思，他也真够愚笨。林梦晴越是靠近，他便越是拒绝。对于他，云染除了抱歉，不知该说什么。而他心底便是渴望，期待他的关心，期待他的青睐。明知道他误会了，可我连解释的勇气都没有。我该说什么？又有资格说什么？什么高，什么冷静，不过是保护色罢了。即便在皇宫，我也从未得到温暖，那里从来不是家。我想要离开这里，想去的地方只有一个，那便是他的身边。我以为不会动心，可偏生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扰乱我的内心。原以为就这么平淡的生活一辈子，无欲无求，可此刻心里有了欲望。慕千雪，若是可以，我可以靠近你吗？我没有直接离开，在门外来回转悠2圈，用内力控制住力道，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音。不过屋内那人的气息有些紊乱，或者是一直有些紊乱。他心乱了。赎身我向来不反对，不过倒也是为了他坏了规矩。想想都觉得自己有些冲动，怎么就同意了呢？脑海里蹦出云染方才的眸子，很美，但不够纯粹，夹杂的东西太多，我不懂，甚至也不想懂。我看了眼云染的屋子，又骂了自己几句，人家都有心上人了，你操心个毛啊！好或不好，对他好便行了。时间还早，我没有离开，又在媚晴的房间待了会儿。他房里画本不少，随手拿了本躺在摇椅上看了起来。故事倒是有趣，我读的也是津津有味。媚晴回来的时候，我分出一个眼神给她，随后又接着读了起来。瞧我读得认真，媚晴便没有开口打扰，乖乖坐在梳妆台旁，拿起画笔补起妆来。故事不长，我看完，媚晴也将自己拾掇好了。楼主，方才云染朝我问你是否离开。云染可是说了何事？没有说，我回答不清楚，他便离开了，不过神情有些落寞。是吗？媚晴，你说我该不该让云染赎身？那要看楼主的心。你也觉得我瞧上了云染？楼主不是说感情这种事向来由不得人。我轻声笑了起来，将手里的画本朝他扔去。故事蛮有趣的，走了。说着便起身离开了他的屋子。媚晴好奇地看了眼封皮，名字叫做征服，翻开第1页便红了脸，手一抖，书差点没掉在地上。第1页就是2个男子纠缠在一起的画面，尺度大的刺激。要是在风月场待了这么久的他，也不好意思起来。他房内怎会有这种大逆不道的书？方才瞧着楼主看得那样认真，难不成楼主竟然喜欢这里的调调？媚晴硬着头皮又往后翻了几页，还好是正常的文字，快速扫了一遍简介，默默合上了书皮。这样的画本还是莫要荼毒它了。原想着要扔掉，可想着我喜欢，又重新放回了书架，不过是丢在了一个最不起眼的位置。清晨便又匆匆入了宫。林无双参见大皇子。你……欧阳思紧张的不知该说些什么，
他该知道，在皇宫见到他，我自然会猜到他的身份。大皇子，可否先让我去一趟御膳房？欧阳思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过了2秒才反应过来。我随你一起吧。我有些为难，之前不知他是皇子，一起倒也没什么，可现在毕竟是在皇宫，耳目众多，还是得注意分寸。大皇子，男女有别，臣还是自己去吧。欧阳思脸色有些发白，他想过各种我知道他身份后的反应，却从不想竟如此平静无波，没有丝毫的反应。他的心似乎被硬生生的扯出了一道口子，疼得他险些落下泪来。欧阳思扯出一个极其难看的笑来。是我逾越了，大人请。我也看出他脸上笑容的勉强，也知道此刻我的话确实有些生疏，想了想，接着道：大皇子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，只是觉得这里不适合说话。若是可以的话，明天下午便在醉仙楼里吧。我的声音不大，毕竟这里还有来往的路人。欧阳思点头，脸上多了几分欣喜，没有疏离他便好。天知道他有多紧张，多害怕我因此而远离他。我淡笑施礼道：如此，我便先离开了。听说方才爱卿遇见了大皇子，不知爱卿觉得大皇子如何？欧阳怀宇的话简直不要太明了，这明晃晃便是赐婚呢。这女皇的消息也太灵通了吧，我怎么可能答应啊？可我总不能说欧阳思不好吧？我承认他很优秀，可耐不住家中已经有2位了呀。而且我方才知道，杨若宁就是欧阳思，我们只是友情罢了。此刻也只能硬着头皮道：臣方才与大皇子见过一面，对于大皇子有不甚了解。欧阳怀宇一副你可劲儿装吧，当我真不知道你身份的样子。我无奈只好实话实说，想必陛下也清楚，臣家中已有正夫了。哦，听说2位都是平夫。我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，此刻脑海飞速运转，想着对应的话语，可偏生脑子跟浆糊一样，半天也就嗯了一声。不若朕给爱卿和大皇子赐婚如何？思儿身份已经暴露，能够嫁给穆千雪便是最好的解决方案。这样流木山庄的势力自然会归属于凤舞，而且看得出来思儿这孩子对他有意。但是若是对象是穆千雪，倒是需要考量一番。毕竟穆千雪的身份摆在那里，直接赐婚怕是会伤了和气。所以这也是此刻欧阳怀宇找我来的目的，探探口风。不过即便如此，若是我拒绝，在他看来也是不知好歹了。陛下三思，臣对大皇子绝无任何非分之想，更何况臣与大皇子只是朋友。欧阳怀宇的脸瞬间拉了下来，语气也不如之前和善。爱卿是觉得朕的大皇子配不上你？我心里骂了句，明知我不是那意思，真是喜怒无常的一个家伙。当然了，我也只能这么想想，现在我怎么说也是臣子，最起码装一下尊敬害怕还是必须的。陛下息怒，臣是觉得这件事毕竟是大皇子的终身大事，是不是也应该询问一下大皇子的意见？你当真要询问思儿的意见？我点头，我信欧阳思会拒绝。如此，子阳，去把思儿找过来。是，陛下。子阳领命，恭敬行完礼，便退了出去。欧阳怀宇也不再开口，翻起了奏折，显然将我晾在一边。这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吗？欧阳思来得很快，快得有些出乎意料。有那么1秒，我都怀疑这是他们母子俩设计的圈套。
毕竟事情真是太巧了，巧的不得不怀疑。若非欧阳思进来时看见我也在的震惊迷茫，我怕是真的这么认为了。欧阳思跪在地上，恭敬地行了一个大礼。儿臣参见母皇。起身。母皇若是给你和林无双赐婚，思儿可是愿意？瞬间，一个惊雷让欧阳思身子都紧绷了，睁大了眼睛，似乎不相信他听到的事情，眼神不由落到我身上，脸刷的红了个通透，说不出话来。我瞧他这副样子，傻了，心里有些焦急，万分期待等着他拒绝，可这个样子，我有一种这人会错意的感觉。欧阳思此刻是真的傻了，大脑已经彻底停止运转，怎么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件好事砸在他的头上，最后竟呆呆的点了点头。我一下子懵了，怎么杨若宁答应了？怎么就答应了呢？杨若宁这边比我还要傻上2分，整个人都似乎踩在棉花上，飘忽忽的幸福快要晕了。直到欧阳怀宇的一句话将我2人思绪拉回来。如此，思儿答应了。爱卿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瞬间清醒，喊了欧阳思一声，几分焦急道：大皇子，你当真想好了？我疯狂地朝着他使着眼色，快拒绝呀！欧阳思此刻才明白，他原以为是我请求赐婚的，可似乎不是如此。他一下子被这巨大的喜悦砸昏头了，才未曾反应过来，这定然是母后在逼婚。他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无数个念头闪过，通过母后的那句话以及我的反应，不难猜到之前2人的对话一定涉及到他，而这场赐婚在他手里把握着。要拒绝吗？好不容易一个机会让他靠近我的机会，可是明显我不愿意啊。儿臣不愿。欧阳思话语落下，我松了口气，而欧阳怀宇则处于极度的震惊中。欧阳思方才的神情可是悉数的落入眼中，明显已经情根深重，竟然会拒绝他的赐婚。不过很快便调整过来，但看着欧阳思满脸的失望和难过，又看着我明显轻松的模样，不由怒从心头起。自家儿子被人嫌弃，还这么赤裸裸的嫌弃，他怎能不生气啊？同时又觉得欧阳思也着实不争气，喜欢便要去争取，拒绝是何意啊？哼，林爱卿退下吧。我哪还想多待，道了句臣告退便离开了。不过离开前，目光还是不由得在一旁的杨若宁身上落了2眼。这件事似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，可我又不这么觉得。那天下午离开，仔细回想欧阳思的反应，我再傻也看得出欧阳思的想法和对待小白兔的不一样。我下意识的反应是远离。他和小白兔的性格不一样，可是一样的倔强。一直到第2天下午，我的心沉得很，连脚步都沉重许多。欧阳思早已等候多时，看见我便露出了笑脸。你来了。我点了点头，笑了一下，不过总觉得笑容有些勉强。你来点吧，我随意。欧阳思嗯了一声，我们心思都不在菜单上，不过欧阳思还是下意选着我喜欢的菜色。小二姐离开，屋里静悄悄的，只听得到我们的呼吸声，或深或浅。千雪。欧阳思喊着我的名字，嘴唇紧紧抿着，泛出白色。我神色淡淡，语气也没有丝毫起伏。他摸不清我的态度，可该说的事还是要说。5年前一次意外，我结识了刘哥。一开始我并不清楚她是流木山庄的大小姐，只觉得她极有经商才能。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在这个方面也有些天赋，不过碍于身份，和她的交流并不是很多。不过因着对于经商有着极高的热情，私下里便也一直偷偷来往着。不过这种事情哪里能瞒得住，
被母皇发现后勃然大怒，勒令我不准私自出宫，并开始着手调查。当时查出来的不过是一个假身份罢了，不过我们都不知情。不到1年，刘哥便在京城风生水起，而且照他的店铺发展架势，不出3年便可以控制小半个京城的经济。母皇已经注意到他许久，最后将主意放在我的身上。我一开始同刘哥相见便是女子形象，母皇又特地给我编造了一个身份，又凭借之前的交情，很快我便和刘哥打成了一片。不得不承认，刘哥是难得一遇的商业奇才，越是同他相处，我对他的才能越是佩服。一开始还是他先发现了我的身份不同寻常，我回宫的时间卡得很死，因为戊时宫门着实关闭，我通常会提前1个时辰回去。每当宫内有庆典或是其他事情，我便不在场。一来二往，他便隐约猜出来我是母皇的人。猜出来，他也便直接问了出来。不过让我惊讶的是，他竟从一开始便知道我是男子，所以对于我的身份一清二楚。说到这里，欧阳思看着我疑惑的样子，不禁笑了，接着说道：一开始我的易容化妆技术很差，也没有什么经验，对于男扮女装这件事，单纯以为穿女子衣服做女子装扮便好，所以刘哥能看出来不足为奇。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刘哥开始教我如何成功的男扮女装。不得不承认，刘哥的技术很高，若非他当真是个女子，我险些以为他也是个男扮女装的佳人。我有些错愕，姐姐还懂这些，我可当真是一点不清楚。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该不会姐姐喜欢的人就是欧阳思吧？我记得姐姐说过，那个人她求不得。我一开始还纳闷，怎么会求不得？姐姐想要娶什么样的人会娶不得？曾以为是不爱，现在才彻底明了。欧阳思以他木流哥的身份是绝对不能娶的，若是2人在一起，便是将流木山庄的生意限制到绝路。流木山庄庄训第1条，绝不允许和皇家有任何纠葛。以木流哥的性格，即便喜欢，又怎么会和欧阳思在一起呢？他绝对会将流木山庄放在第1位。我轻声叹了口气，命运弄人，不过倒也还好。现在这姐夫，我觉得很适合我姐姐。我想通，开口道：你是何时知道姐姐身份的？就是他询问我身份的当天，他便将他的身份告诉了我。不过当时我们做了约定，在他离开京城之前，我绝不能暴露他的身份。他信我，告知了我他的身份，我自会遵守承诺。在他离开京城之后，我才将他的身份告诉了母皇。当时母皇便要求我留在流木山庄当做卧底。我当时觉得母皇这个想法着实太天真，刘哥怎么可能会让我留下？可他离开3天后，我便收到消息，他希望我能接任流木山庄京城钱庄的掌柜。当时的我除了诧异，更多的还是兴奋，因为刘哥清楚我喜欢这份工作，只有他清楚我对经商有多高的热情，而母皇让我留在这里，不过是为了能够更多的从流木山庄获利罢了。我明了，女皇，一个国家的掌权人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。振兴凤舞，这是她的使命，亦是她的梦想。但牺牲自己亲生儿子的年华幸福，着实不是一个母亲该做的。不可置否的是，欧阳思喜欢这个职业。在一个女权至上的社会，他一个高龄24的男子，还是一国皇子，至今未嫁，这要承受多大的压力？我突然开口道：你可曾喜欢过我姐姐？欧阳思有1秒的怔愣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怎么会不喜欢？几乎朝夕相处了1年的时间，一个对他全心全意又那么优秀的人，他怎么会不动心？可是他明白，也就只是动心罢了。因为木流哥和他都清楚，他们绝对不可能在一起。一个完全没有结局的恋情，他也从未抱过希望。如同他对我一般，动心却不奢求。可这份感情却比之前来的要浓烈，亦来的深沉。他也不知为何就这么深深地沉沦下去。
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木流哥跟他提到最多的便是我这个妹妹，是他那个无比优秀、出色、令他骄傲的妹妹。他告诉他，妹妹有很多想法，甚至有很多的经营理念都是他那个妹妹告诉他或是启发的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欧阳思开始好奇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模样，又是什么性格，甚至按照木流哥的描述在脑海里构造出一个人物来。但是他却是不相信会有人比木流哥还要优秀。他将他所有的夸张描述归属于一个姐姐对妹妹的爱，毕竟若是让他来讲述潜质，他也会被无限制的夸大。所以在很久以前，穆千雪这个名字便在他的心里发芽，一直到现在的根深蒂固，再也拔不出来。为何将一切都告诉我？因为不想你误会。我知道你清楚我的心意，可我从来没有想过凭借权力逼你。我此刻可谓真是五味杂陈，以后是不是该主动离男的远一些呢？不对，一个都莫要再随意招惹，最好连话也不要说。现在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负心人，还是个渣女。你知道的，我已经娶夫。说完这句话，我都不好意思再看欧阳思。说实话，在我心里，欧阳思几乎完美，是我见过的太过优秀的男子，能有勇气男扮女装，不畏世俗言论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就这一点我便给他满分。欧阳思又怎不明白我的想法？昨天或是更早便已经清晰。都说感情的事莫要强求，心里酸涩不已，强求又怎么强求得来？活了24年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全凤舞怕是也很难找到几个没有嫁出去的男子，可偏生他就是其中之一。被冠以无数烂名的他，欧阳思眼眶一热，泪水便要夺眶而出。无论之前过得多么不易，就连当初险些被欧阳云清侮辱，他都坚持下来了。不过是被拒绝，不过还是自己一个人，又有什么难的？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可悲啊！得不到，为什么总让自己遇到？相见不如不见，一个两个，就这2个人让他好累啊！他想要彻底停下步子。欧阳思努力地笑着，努力不让自己看起来那么悲哀，可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忍不住的心疼。千雪，你说为什么呢？我张了张口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对不起3个字都说不出口，怕是让人更加绝望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菜慢慢上齐。在这期间，我2人都静默着，也没有任何动作。欧阳思拿起筷子，夹菜的手都有些颤抖，往碗里只夹过1次菜后，便疯狂地往嘴里塞着米饭。平时所有的优雅全部丢掉，泪水就这么顺着脸颊坠落。我的心被揪了一下，想要站起来去抱抱他，想要安慰他，但是却不能。和木流哥一样，我不可能娶欧阳思。对于一个没有可能的事情，我不可能给他任何希望。我忽地起身，声音冷漠：“不要喜欢我，很麻烦。”说罢，便径直离开，脚步没有丝毫犹豫。这句话对他而言，已经不能用残酷来形容。整颗心瞬间成了碎片，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，冰冷袭来，恍若被打入了无间地狱，再也无法翻身。麻烦，喜欢他已经成了一种麻烦，所以是连喜欢他的资格都没有。欧阳思的脑海中不断出现着他和木流哥，他和我相处的画面，2幅画面不断的交替杂糅，最终定格在2个让他心碎的场景。
当年木流哥的离开，他失去了唯一的依靠，而今天他失去了爱人的资格。欧阳思蹲在角落，紧紧抱着自己，无助感、无力感紧紧将他围住，让他喘不过气。他该怎么做呢？欧阳南一推门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副场景，心疼的差点没哭出来，忍不住跑过去将他紧紧圈在怀里。哥哥，你还有我呀。欧阳思恍若未闻，双目无神，完全没有焦点，抬起头木然地说了句：他说我是麻烦。欧阳南一紧紧攥着拳头，心里将我问候了无数遍，将他抱得更紧。哥哥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欧阳思显然受到打击太大，欧阳南意狠狠地打晕了他，将他抱回誉王府，叮嘱贤若照顾好他，拎着剑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幕府。我早已料到他会来，也已经做好了被他狂揍一顿的想法。欧阳南意也没有丝毫留情，看见他直接拔剑朝着我冲了过来，若非我闪得快，怕是胳膊便要废了。自打欧阳南意进门，我便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杀气，可也无可奈何。我清楚欧阳思对于欧阳南意的意义，也清楚我自己说的那句话对欧阳思造成的伤害，可若非如此，他又怎么肯放弃？我想二人相处不过太久，感情终归不会太深，此刻似乎事情不如我想的那般。欧阳南意招招致命，我也不好回手，躲得很是狼狈。也就是这人认定我不会出事，才下这么狠的手。虽然没有什么大碍，但身上也没少刮口子，身上也零星添着伤口。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正式交手，他的武功着实出乎意料，能将我逼迫如此的鲜有人在。同我一般想法，欧阳南意此刻才清楚什么叫做高手，逐渐从一开始纯粹的发泄变得凝重起来。我的招式他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可惜这人没有回招。感受到欧阳南意身上的杀意减退，我才瞧着空档开口道：一来便拔刀相向，可容我说几句。欧阳南意动作慢了下来，但看向我的目光依旧充满怒气，恨不得将我剁成碎片，咬牙切齿道：你对皇兄说了什么？还有理智便好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可能和皇家的任何人扯上关系，你已经是个例外了。至于若宁，我不能给他希望。话不说得狠些，他又怎能彻底放弃？欧阳南意手中的剑哐当的落在地上。是啊，我所言他都清楚，明知不可能，他还是纵容着哥哥。若是一开始他发现苗头便坚定阻止，事情不会这般一发不可收拾。哥哥或许不会陷得这么深，可那是他最爱的哥哥，他怎么忍心难过？欧阳南意逐渐冷静下来，难受的憋出几句话。那你也不该说他是麻烦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几句话快要了他的命。他可以容许你不喜欢他，可你连让他卑微的喜欢你的念头都粉碎得一干二净。你知不知道有多残忍？他知道此刻说这些也没有意义，可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。他有些痛恨自己的无力，我心里也不比他好到哪里。我是真心将欧阳思当作朋友，此刻的情况我却没有后悔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他对我不过是浅浅的爱慕。自那天过后，我便再未见过欧阳思，欧阳南意也是闭口不提。我摸了摸鼻尖，心里有些失落，却也无可奈何。难过、惆怅，这些情绪会出现在我身上，却没有持续太久。很快，我便接到一个消息：华南地区南州县出现贼寇。这本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，据情报上所言，当地
竟有一小半的百姓落草为寇，直接加入了贼寇组织。这件事完全落到欧阳南翼的头上。我从没有想过，这次出行竟会阴差阳错地知道一些事，我一辈子也不希望知道的事情。此刻出行，我是以商人的面貌出行，身旁跟着的是穆留生和柳梦林。至于子熙，虽想跟着，奈何家中还有时亲，他也只能忍着思念留在家里。至于欧阳南翼，以钦差的身份出行，我的行动不受约束，车上还有2个男子，不想让他们太过劳累，一路上也没有着急。不过也在欧阳南翼到达1天后，到达了南州县。南州县令赵旭颖得知今天要到，一大早便在城门口候着，接连等了2-3个时辰，也没有丝毫不耐，只要誉王平安便好。天知道他看见誉王相安无事地站在他面前时，他有多高兴。若是誉王在他的管辖区出了事，项上人头怕是不保。赵旭颖忙带着手下下跪行礼：“臣赵旭颖参见誉王殿下，誉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”欧阳南翼嗯了一声，从怀里掏出圣旨扔给他：“在这里，本官只是钦差。”赵旭颖注意到他的自称都换成了本官，这么说难道有什么意义？而且王爷的身份不是更方便做事？不过欧阳南翼的心思他哪里能猜得出，只能恭敬地应了句：“臣遵旨。”跟本官讲讲有关贼寇的具体情况。是，大人。这件事是这样的，1个月前，南州县东南方向那座山头忽然来了个男子，也不知施了什么妖术，近几个村的百姓将近1半都直接落草为寇。下官也曾派兵围剿，可惜每次都是惨败。不仅如此，县里的库银都被他们抢去。欧阳南翼和那帮人交过手，自然清楚他们的厉害，连他带的人都无能为力，何况这帮衙役。欧阳南翼蹙眉，陷入沉思。他在考虑剿匪是否需要调动邻县的军队。一线的军队距离这里最近，可驻守在邻县的军队对于凤舞极其重要。南州县就在凤舞的边界，邻县则是凤舞和凤翔的邻界。若是随意调动，被有心之人趁机偷了空子，凤舞的边界很有可能陷入危机。我嗅到了阴谋的味道，我觉察到了一个天大的阴谋正在悄然预谋运行。还有上次类似杀手组织在培养势力，还有很多事情是当时没有搞清楚的。那次回来后，我也派人接着跟踪调查，可派出去的人接二连三的失踪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，让我意识到对手的可怕，丝毫不敢掉以轻心。我的行为想必已经打草惊蛇，我没有接着行动。还没等我思考出下一步动作，又出了这么一件事。看似没有关系的2件事，案发地点更是离了108000里，但两者之间一定是冥冥之中有着联系。向来有美人的地方就会有流氓，从不例外。不过这流氓很不幸地踢到了铁板上。柳梦林是没什么自保能力，可刘生哪里是一般人啊？随便一瓶药便可以让面前的几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更何况我还在2人身边派了专人保护，这些人可是优格1顶1的高手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木桥贴身保护，保护的是滴水不漏。饶是刘生和柳梦林身边站着几个面带煞气的保镖，还是有人不要命的来找死。刘生将柳梦林护在身后，冷眼瞧着面前明显心术不正，眼光里满是猥琐占有的女人，心里一阵恶心。奉劝你一句，最好现在离开。女子长长嘘了一声，狂笑起来，对着身后的一帮随从说道：听见没？听见没？
美人劝我离开呢。说着，便吊儿郎当朝刘生的方向走去，十足的流氓猥琐劲儿。他这般行为让刘生更是厌恶，却站在原地没有动。在他手抬起的瞬间，一声哀嚎声同时响起，女子捂着胳膊，哀嚎声响彻整个街道。谁敢偷袭本姑娘？我揉了揉耳朵，从客栈里走出，顺带着将刘生搂在怀里。爷的男人，你也敢肖想？穆姐姐，累了吧？我带你们去楼上休息。刘生在我怀里，虽然人多，却也没有挣扎。他喜欢这种被我抱在怀里的感觉，脑袋在我怀里蹭了蹭，了一声。我本不想同那女子计较，刘生和梦林这番折腾，身子都累得很，可身后那人还是不要命的叫着：“上！都给我上！把那女的给我抓住，往死里打！还有她怀里的美人，都不能给我伤了！”我霎间冷了下来，不过对付这种小喽啰，根本不用亲自动手，给了身后几人一个眼神，便带着二人去了2楼。随后楼下便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。被幺儿领进房里，乔木拦住他，不解问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“那人是我们县里的恶霸，仗着他姑姑是南州县令，横行霸道，县里好多公子都被他凌辱，受了委屈，也没人能做主，一辈子都毁了。之前也有人看不惯，听说是大家筹钱，想要偷偷弄死赵瑞，就是那个恶霸，可去的人都没一个活着回来的。大家也都知道赵瑞家有高手坐镇，大家也都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。前2年还好，好歹赵瑞强占了人家，好歹人还在，可这2年被赵瑞看上的都平白无故的消失了，大家都猜测怕是没了性命，也有不少百姓想要进京告御状，可不知为何总会被人发现，那些人都再没能回来。你们打了赵瑞，好自为之吧。”乔木眼里闪过杀气，竟有如此狼心狗肺之人，真是人人得而诛之。无事，你退下吧。幺儿忙退了下去，他知道今天这帮客人定不是普通人家，可他们得罪的更不是普通人。柳梦林在自己房间，没有和我们一起。刘生听到了，倒是面上没有太大起伏，即便被我保护得很好，这段时间肮脏龌龊之事，他又怎会没有遇见过？但心里却是后悔，方才为何没有将药粉撒在赵瑞身上，让他好好吃苦头？我看出他的想法，不禁笑了起来。我的银针刺穿了他的手骨，怕是右手废了。刘生了声，脸上的面纱已摘去，绝色的面容上挂着诱人的微笑，惹得我心里一阵的痒痒，直接抱着亲了一口。乔木也不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场景，很淡然地扭过头不看，不过蔓延到耳根的红晕还是很好的出卖了他。我吩咐乔木将这些事告诉欧阳南翼，便带着刘生和柳梦林在街上逛了起来。柳梦林指着赌场门口那人惊呼道：“穆姐姐，那个人是林……”我眼神暗了暗，脑海里闪出一张清冷的面孔，又很快消失。我停下步子，带着身边2人进了旁边的一家酒楼，选了个靠窗的位置，刚好可以盯着赌场。那家赌场是刘木山庄旗下的赌场。刘生没有见过那人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开口道：“那女子是……”我突然站起身，对着身后藏在暗处的暗卫示意道：“注意安全，我去赌场一趟。莫离，你将林梦晴的事情告诉刘生，还有，在我回来前，你们帮我盯着赌场，看林梦晴会不会出来。”穆姐姐，你注意安全。刘生朝我点头，也没说什么，却是一直盯着我的背影，
从9楼、2楼一直到进入赌场。赌场向来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地盘，这里可不分什么3、6、9等，里面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，靠的除了运气，便是你的技术。大大大、小小小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有人庆幸，有人哀嚎。也许上一秒你还只是个乞丐，下一秒可能就会成为人生赢家。赌场谁又说得准呢？正来这一局，一旁围着的人大小疯狂地喊着，所有人都死死盯着中间那个小圆筒，心都提到嗓子眼里，生怕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。伴随着最终答案的揭晓，一半人哀嚎，另外一半人则是兴奋地把钱往自己兜里揣。不过向来是进兜的钱还没捂热，便又下注进行下一把。人呐，大都是贪得无厌，赢了的想一直赢下去，输了的总想着自己可以翻盘。赌徒的命运又有几个是好的？我虽然不懂骰子，但是耐不住听力敏锐，也就听了2局便可以隐约猜出答案。不过这样算是作弊了，赢了也觉得无聊，毕竟钱财这种东西对我而言是真正的身外之物。玩了几局，赢了几两银子，便从人群里挤出来，在赌场里游逛起来。可绕了一圈都没有发现林梦晴的身影，不由怀疑起来。我生怕是自己看漏了，又扫视了一圈，依旧没有，装作一副痞痞的样子，问一开始接待的那人道：“大姐，我们赌场2楼是干嘛的？”那人轻蔑地瞧了瞧我：“不是我们县的吧？不懂规矩，2楼只有顶尖高手才能入内。